皇上不可，这免死金牌怎能随便送？而且七皇子如今还功高盖世，要是再加上这免死金牌，那整个东来不就是七皇子的天下了吗？皇上哪里不知道这些人如何想？怎么，皇兄为东来打下的百年盛世，赏一个免死金牌给他的儿子，很多吗？听到这话，众人鸦雀无声。按照功劳确实不多，可最后皇上并没有理会他们，直接将免死金牌给了小麦兜。看到免死金牌，小麦兜露出了第一个微笑。谢谢皇上叔叔。看到小麦兜那可爱的笑意，叶兰晨心里暖暖的，这孩子给了自己一天的脸色，总算看到他的笑了。出宫的时候，小麦兜难得的心情好，我们去户部接娘吧。好，爹爹带你去找你娘。哦，对了，你刚才说你娘的生辰，她生辰是何时？3日后便是娘的生辰。不过娘的生辰一直都是跟干爹过的。你后面的话小麦都没有说。3天后也是我们3姐弟的生辰，爹爹还不知道姐姐的存在，如果他在场，那姐姐不就不能在场了？然而听到叶若曦的生辰都是跟陆逸轩过的，叶兰晨的脸色顿时一沉，刚想说话，小麦兜娘，小麦兜走到叶若曦身旁。可见到太妃娘娘了？见到了。娘，我们回去吧。叶若曦并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事儿，小麦兜也并不打算跟娘说。为了防止叶兰晨会说漏嘴，小麦兜对叶兰晨悄悄摇了摇头。叶兰晨秒懂，微微点头算是回应。两父子达成共识，便一左一右站在叶若曦身边，一起出了皇宫。2日后的凌晨，叶若曦刚睡下，突然窗户有异响，她猛地睁开双眼。叶兰晨，你疯了你！大半夜的跑过来吓人。穿衣衫，带你去个地方。这王八蛋笑起来竟然这么好看。叶若曦被他这笑意晃到了，等他反应过来，叶兰晨已经抱着离开了叶府。叶兰晨，你疯了你！我还没穿衣衫呢。没事，这样也好，反正等会儿也是要脱的。叶兰晨直接带他到了京郊的山庄，一进去，叶若曦就觉得腿软了，那6天6夜的噩梦还历历在目呢。打开门，叶若曦脸上带着疑惑，但还是伸手将门推开。哇，黄金屋顶，满屋子的黄金，哇，太好看了，还是露天的。这屋顶是玻璃。叶若曦不可思议地看向叶兰晨。屋顶是1个月前刚出现在市面上的玻璃。七夕，生辰快乐啊！这是送给我的生辰礼。以后每一年的生辰我都送你一间黄金屋子，一年比一年的大。这一刻叶若曦是感动的，虽然这么多年她不缺钱，也赚了很多银子，收过很多黄金，但从来没有人送她一屋子的黄金。这屋子的地面全都是用黄金打造的。是小桃桃告诉你我的生辰的？毕竟小桃桃那么喜欢她爹爹，告诉叶兰晨这件事儿也没什么稀奇的。是小麦兜。小麦兜？所以你不到3天便打造了这个黄金屋子啊？刚好2日，进宫那人知道的。这么短的时间里，这人竟然打造好这么奢华的黄金屋子，这得多少财力呀？叶兰晨将叶若曦拥紧，里面还有一张黄金打造的床，要不咱们进去试试？听到这么直白的话，叶若曦脸顿时红了。不等她接话，叶兰晨便将她抱了起来，把她放到床上。叶兰晨，你怎么还挂个风铃啊？风铃的声音跟你低音的声音一样好听。这好听的让耳朵都怀孕的声音，让叶若曦的心荡起了无数涟漪。一个吻下来，她便直接沦陷了。这一夜，风铃悦耳动听的声音与那美妙的荷尔蒙声音激烈的碰撞在一起，让那繁星点点的夜色越发美好。第2日，叶若曦是被饿醒的，睁开眼，只觉得全身像被碾压了一样，不想动弹。明明都要嫁给杨家的嫡子了，我如今竟然还在跟其他的男人厮混。虽然这个杨家嫡子是个不行的，但是这做法确实是有点渣了。哎呀，算了，下不为例吧。这次过后还是跟叶兰晨说清楚吧，毕竟在古代太渣是要被进猪笼的。叶兰晨端着粥进来。行了，吃点燕窝粥再睡吧。叶若曦没说话，任由他喂。吃完，叶兰晨伺候他重新躺下。再睡会儿吧，饿了就喊一声。小绿一直守在外面，我呢要出去一趟了。叶若曦有气无力的点点头，然后闭上眼睛。等人离开后，他重新睁开了眼睛。其实这个男人还是挺好的，多金又帅气，还是几个孩子的父亲。可是他是战神啊，是七皇子，注定是站在金字塔上的男人。
在古代，地位这么高的男人必定不可能只有一个女人，而我有着现代人的灵魂，是不可能接受三妻四妾的。我可做不到跟其他女人分享自己的丈夫，所以就这样吧。叶若曦起身，留下了一封信，便从窗户飞身离开了山庄。叶兰晨回来的时候，看到信，直接笑了。傻丫头，你要嫁的人是我，你能逃到哪去？叶若曦跟3个孩子的生辰在同一天，这几年都是跟陆逸轩一起过的，这次也不例外。这次陆逸轩在画舫里给3个小宝贝儿准备了生辰宴会，叶若曦回来的时候刚刚好。去哪儿了？怎么才到？嗨，昨晚喝了点酒，睡过头了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来，宝贝们，快看娘亲给你们准备的生辰礼物。3个小家伙顿时眼前一亮，娘亲每年准备的生辰礼物都能让他们耳目一新。3人拿过盒子，迫不及待地打开。哇，娘，这是说的手枪，你制成了。娘早就说要打造一款叫手枪的武器，能杀人于无形，更好的保护我们。没错，经过娘的多次实验，这个手枪呢就被我制作出来了。盒子里面呢每人50枚子弹，你们要放好啊，不要让其他人看到。手枪太逆天了，这要是传出去，估计会造成混乱，所以还是让几个孩子防身用吧。至于要不要再继续制造呢，后面就有需要再说呗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不会随便拿出来的。娘，我想去试试，可以吗？小樱桃和小麦兜也想去试试，这会儿都一脸期待地看着他。想试就在画舫里试吧。刚才我看到你二舅在50米外的画舫。这二舅遇到娘真的是太倒霉了。可是没办法，谁让二舅这么花心呢？都跟二舅母定亲了，还跑来画舫玩，我该娘亲收拾他。这夜景啊，可真的是美极了。娘，你是准备让我们如何试这手枪啊？那看到没？对准那画舫的4个角，只要几枪打过去，那艘画舫的便会成为露天的。 3人眼前一亮，按照叶若曦教的，对准那位置，用力按下扳机，手枪里的东西快速射了出来，那速度快到3人都无法用肉眼看清射出去的是何物。叶若曦将枪做了消音处理，3个小家伙一连打了几枪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打完后，50米外的画舫纹丝不动。3人疑惑地看向叶若曦，刚准备开口询问，便听到不远处传来轰的一声巨响。50米外的画舫4分5裂，只剩下底下的船。叶飞果子刚塞进嘴里，吓得他果子卡在了喉咙里。叶飞被果子卡在喉咙，整个人只觉得窒息，觉得自己要死了。但就在他觉得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，赵一鸣突然出现在他身边。叶飞啊，你没事吧？叶飞，你撑住，我带你去找大夫。说着将他抱了起来。叶飞看着赵一鸣那张直掉眼泪的脸，快要失去意识的脑子闪过一丝后悔。我后悔了，你就不该跑来画舫玩的。如果不是为了气他，跑来画舫玩，那是不是就不会被噎死？如果我好好的安分的娶她进门，那我是不是就不会死？可现在已经迟了。叶飞失去意识后，叶若曦赶来了。姐，快救叶飞，求求你，快救救他！叶若曦没有多言，将人从他怀里抱出来，从后面拖住，在他心口的位置按了几下，卡在喉咙的果子吐了出来。然后叶若曦将人放平在地上，开始做心脏复苏，并且喂了一颗药丸，确定他呼吸变得平稳起来，叶若曦才瘫坐在地上。这次真的是玩大了，差点让这弟弟去见阎罗王了。我的天哪，谁知道这倒霉弟弟刚好在吃果子呢？叶飞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！我没死。你命硬，阎罗王说不想收你。叶飞被赵一鸣扶起来，确认自己真的没死，顿时激动不已，一把将赵一鸣抱住。一鸣，我没死，真的太好了，我真的没死。赵一鸣被突然抱住，顿时愣住，随即心中欣喜不已，哪怕只是短暂的拥抱，他都很满足了。没事就好，你以后吃东西小心一点。叶二公子，这画舫您租的时候好好的，怎么会裂开了？您看这画舫维修的
银子，你是不是应该支付一下？什么画舫维修要我给银子？本少爷因为你那颗果子差点噎死，我还没问你要赔偿呢，你竟然敢问我要维修费！一鸣，陪我去报官！这娘们儿不只要讹我，还要谋杀我，严重怀疑她想害死我，然后继承我爹留给我的家产。好，我们去大理寺报官，这种谋财害命的画舫一定要告到底。这对欢喜冤家什么时候这么有默契了？论要赔偿的姑娘是画舫的二管事，本来就一直当叶飞是冤大头，如今画舫突然被报废了，他怎么都得讹上一笔。按照平时这叶飞都是挥金如土，可如今这发展跟他想象的根本就不一样。他们这画舫本来就是违规建造的，根本没通过官府，如果报关了，不仅画舫完了，他们这些人说不定都要蹲牢房呢。哎呀，叶二少，咱可都是老熟人了，怎么能讹你呢？那要不这画舫您意思意思，赔1000两就算了。1万两？1万？好，谢谢叶二少。您是给现银呢，还是银票，或者还是欠条呢？他就说这叶二少爷就是个人傻钱多的，他2、3句就哄好了。是你给我1万两，这件事儿我便当作没发生过，少1两，我们便大理寺见吧。什么1万两？你怎么不去抢啊？哼，不乐意啊。哼，那算了，叶飞，咱们去大理寺说他们讹了我们2万两，咱们能拿到更多。赵一鸣直接拉着叶飞走上岸，二管事吓得赶紧再次将人给拦住。我们给。哎，算了，破财党子，下次等着傻子再来的时候，再让他将这1万两给吐出来就是了。不过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银子，您看要不宽恕2个月？算了，我看啊，还是去大理寺吧。大理寺的流程最多才10天，这2个月估计早就跑没影了。赵一鸣这次坚决拉着叶飞离开。那10天我凑够了给你们，5天。哎呀，叶二少，你别走啊！我现在给你。赵一鸣这才停下来，拿来，我去拿。很快，二管事将1沓银票取来。叶二少，这是我们所有姑娘的身家，您可要高抬贵手呀！下次您再来的时候，咱们一定好好伺候您，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拿过银票，确定数目对了。放心，我下次一定不会再来了。刚才就差点死了，要不是一鸣及时赶过来，我早就死了。我可不会忘记自己倒在地上，伸手向那几个人求助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管我的。虽然我是个纨绔，但我又不傻。哎呀，鬼门关走这一遭啊，我算是明白了，这些女人一个个就是图我的银子而已。与其花银子在这些人身上，不如将银子花在赵一鸣身上。这赵一鸣虽然粗鲁了一点，但身手好啊，给他多多的银子，就当请个贴身护卫好了。啊，这银子给你。给我？你救了我，这是你该得的。叶二哥，谢谢你，你是除了我爹娘第一个给我银子的人。叶飞被他突然亲一口，瞬间脸变得通红。放心，以后多多给你银子。哎呀，这女人呐，太可怜了，竟然都没有人给过她银子。算了，以后勉为其难的多给她点银子吧。看着赵一鸣扶着叶飞离开时的黏糊模样，叶若曦跟小樱桃相互对视了一眼。娘，咱们是不是因祸得福了？算是吧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要是这弟弟死了，这后娘不得笑死我呀！好了，没事了，咱们回画舫吧，干爹还给你们准备了惊喜。听到这话，几人赶紧返回画舫。陆逸轩下意识伸手要搭在叶若曦的肩上，但还没有搭上去，就被伸过来的一只手给拍开了。叶兰晨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走在最前面的小樱桃听到这话，差一点没站稳摔下来。叶若曦赶紧将人扶住，二话不说，将贴在一旁的红纸撕开，就往小樱桃脸上一抹。看到闺女这般丑萌的模样，叶若曦有些心虚，但没办法呀，这叶兰晨突然跑来，小樱桃想躲都躲不开了呀。你可以在这儿，我为何不能在这儿呢？叶兰晨话音刚落，小桃桃已经飞奔出来。爹爹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你是特意来参加我们和娘亲的生辰宴吗？你们跟娘亲的生辰宴？对呀，我们跟娘亲同生辰的。听到这话，叶兰晨顿时心头一紧，他竟不知道。
小淘淘，你爹爹怕是根本不知道你们的生辰，不过没关系，干爹准备了生辰宴，你邀请他过来也可以的。叶兰晨深深看了陆逸轩一眼，陆逸轩傲娇的抬了抬下巴，叶兰晨忍住想打人的冲动，安抚小嘴微微翘起来的小淘淘。小淘淘，爹爹很抱歉，我并不知道你跟娘亲的生辰是同一天。你给半个时辰给爹爹准备礼物好不好？好，小淘淘给你半个时辰，如果礼物不是小淘淘喜欢的，那我3天不理你。好，一定会让小淘淘满意。还有小麦豆，爹爹啊，也必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哎，叶兰晨，还有我干女儿呢，也是跟小麦豆他们同一天的，你可要一视同仁。叶兰晨看到脸上都是红印的小姑娘，顿时愣了愣，但很快缓过来点头。好，你的干女儿便是我的干女儿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干爹啊，也准备一份礼物给你。我叫小樱桃。等我会尽快回来的。叶兰晨留下这话，便转身快步离开了。娘，难道我今晚就要顶着这张脸过生辰吗？别怕，娘帮你化一个美美的妆。叶如熙拿出化妆工具，一炷香不到，给小樱桃来了个大变脸。为了不显得小樱桃过于突兀，叶如熙自己也化了跟小樱桃一模一样的妆。若曦，给我画一个跟小樱桃同款的，等会叶兰晨问小樱桃的身份，就说小樱桃是我的亲闺女，这样下次他再看到小樱桃，也不怕被拆穿身份。这个办法好，娘，我同意。干爹太坏了，这哪里是想跟姐姐同款啊，明显是想跟娘同款妆。他现在已经能想象到亲爹看到干爹和娘亲同款妆后，那脸色一定黑如锅底。果不其然，等叶兰晨准备好礼物回来，看到叶若曦跟陆逸轩同款的妆容，脸色阴沉不已。西西，为何你们要弄相同的妆容？因为我家小樱桃喜欢啊，这样看起来更像一家人。叶兰晨捏紧拳头，但很快释怀。像又有何用啊？始终不是一家人。西西，你说对不对？还有几日便要成婚了，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。陆逸轩并不恼，反正这会儿能气一下叶兰晨，他都觉得值得。爹爹，你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啊？叶兰晨一个响指，便有人推了一个大箱子进来。小淘淘，你打开看看。小淘淘眼睛猛地一亮，唰的一下将点开，无数个亮晶晶的玩意儿就像小精灵一样飞奔而来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是何物啊？好漂亮啊！爹，你真的是我最爱的爹爹，这礼物我可太喜欢了。看到3个孩子如此开心，叶兰晨脸上微微松了一口气。他这会儿来到叶若曦身边，可还喜欢这小虫子？还行。这本来是准备送给你的礼物，如今见花见佛，送给了小淘淘。啊，原来你早就准备好了，我还以为你这么厉害，这么短的时间里竟准备了这样的礼物，看来我们家小淘淘白惊喜了。西西啊，我这不是没办法吗？谁让你一点都没有透露今日是小淘淘他们生辰的事儿啊？所以这还怪上我啦？自然是没有了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对你对孩子都一样的重视。这么多萤火虫在哪儿抓的？这是我母妃养的，这东西啊，它可养了整整5年，从一开始的几只，一直到后面的上万只。不过呢，全部被我拿走了，估计现在只剩下几百只了。太妃竟然懂得养这个啊！你想养？啊，自然想养了，这可是好东西。要是能成功养殖大批量萤火虫，便能成为一大景点，到时候能赚的银子还会少吗？改日啊，我带你进宫找母妃，让她教你。好啊好啊，你带我去见母妃。叶若曦太高兴了，一下子跟着叶兰晨的称呼叫了，都没反应过来。小麦兜看到被带偏的娘亲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小麦兜、小樱桃，你们都过来看看啊，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礼物。小麦兜和小樱桃互相看了一眼，小樱桃先将盖在上面淡紫色的布拿开，一拿开，看到里面躺着一坨火红色毛茸茸的东西时，哇，是紫色的狐狸，还是2尾雪狐呢？说着，他赶紧将狐狸抱了起来，爱不释手，眼眸的笑甜得让叶兰晨整颗心都软了。这么好看这么可爱的闺女儿，要是西西生的，那该有多好啊！谢谢爹，干爹，谢谢干爹，这礼物我很喜欢。干爹这次准备不充足，下次再给你准备一份更好的礼物。已经非常好了，我很喜欢，不用再准备了。叶兰晨没说什么，但他答应会再备一份礼物，自然是说到做到的。小麦兜，你快看看，你是什么礼物啊？小麦兜伸手将墨色的布拿开，当看到里面的东西时，他瞳孔顿时放大，不可置信地看向叶兰晨。这真的是送给我的？送给你的，可还喜欢？
这可是皇宫的镇宫之宝啊！当年祖师爷爷打下东来国，就是穿着这套盔甲征战天下的。祖师爷爷驾崩后，小皇爷爷便将此盔甲摆在太和殿里面，每一次出征的将军都会前来跪拜一下这盔甲。而如今这盔甲竟然被爹爹拿来送给我。这是先皇老祖宗摆在太和殿里的战神盔甲。前不久凯旋归来时，皇上便将此盔甲赏给我了。如今我将此盔甲借花献佛送给小麦兜，小麦兜你不会介意吧？但是这份礼物太贵重了，小麦兜不能要。这可是战神的象征，是爹爹用命换来的荣誉，我怎么能将这荣誉随随便便拿走呢？爹爹送你，你便拿着。在爹爹心目中啊，只要你们喜欢，多贵重的，爹爹都会想尽办法给你们拿到。叶兰晨的话让小麦兜很是感动。从小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中生活，自从知道自己的父亲是战神七皇子，虽然他不像小桃桃那样，但他内心还是期待跟爹爹见上一面的。小麦兜慕强且智商高，只对强者感兴趣。谢谢爹爹。小麦兜不是扭捏的人，虽然爹爹脱他裤子，他很生气，但这个盔甲足以抵消掉了。谁都不知道，小麦兜从得知这具盔甲的典故开始，便有了一个藏在心底的梦想，他想成为战神，成为一名真正的强者。而在得知当今的战神是自己爹爹时，他无时无刻都想见到爹爹，让他传授自己成为战神的经验，让他有机会跟着爹爹一起征战天下，成为跟爹爹一样的战神。你喜欢就好，爹爹给你任何东西都是应该的，无需说谢谢。看到小麦兜眼里的光，叶若曦也有些意外。她知道小麦兜慕强，但从未想过一个盔甲竟然能让小麦兜这么开心。果然，孩子的成长离不开爹爹，特别是男孩子。如今看到几个小家伙开心的模样，他无比庆幸自己的开明。还好自己并没有阻止孩子跟父亲相认。看来要找个时间告诉叶兰晨、小樱桃的真实身份了。总不能两个弟弟都得到了父亲的疼爱，就落他一个吧。陆逸轩看着这一家五口温馨和睦的画面，内心是替他们高兴的。不知在何时，他便悄悄离开了，将空间留给他们一家人。直到深夜，几个小家伙总算是玩累了，再踏上睡。太晚了，今晚便在画舫里过夜吧。你跟小樱桃睡，我跟小麦兜他们一起，有什么便喊我。叶兰晨下意识揉了揉他的脑袋，看到他揉自己，叶若曦总觉得他在揉狗头。哎呀，行了，你赶紧去睡吧，我累了。明明都已经给他留信了，让他不要再来了。这王八蛋怎么听不懂人话呀？哎，算了，等我成婚了，他就不敢这样了吧。第二天，小麦兜一睁眼便看到叶兰晨那张放大版的俊脸。爹爹，小麦兜你醒了，饿不饿？饿呢便起来，爹给你去吃早餐。小麦兜没有拒绝，点点头，起来快速洗漱好。他刚洗漱完，小桃桃也起来了。爹爹，抱抱。叶兰晨失笑地将他抱起来。爹爹，小桃桃也饿了，但是小桃桃不想自己动手洗漱。你是天底下最好的爹爹，你可不可以帮小桃桃洗漱啊？别人家的乖宝宝小时候都有爹爹帮洗漱的。小桃桃这么乖，爹爹也一定会给我这个乖宝宝洗漱的，对不对啊？大哥这撒娇的功力怎么又上涨了？叶兰晨被他这话哄的，哪里会拒绝，赶紧亲手给他洗漱。大哥这张嘴，估计想要爹爹的命，爹爹都会心甘情愿的给他。太会说了。一家五口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饭，吃完，叶兰晨将几人送回叶府。一到叶府门口，叶若曦先下了马车，还没站稳，一个身影便冲了过来，一把将她拉进了府里。叶若曦，我看你是反了天了，过2天就要成亲了，你竟然还夜不归宿。什么嘛，你宝贝儿子不也快要成亲了吗？你怎么不骂他呀？他已经被我打断腿了，怎么你也想被我打断腿？真是一群不省心的玩意儿。叶夫人，是我带着西西跟孩子去过生辰，因为太晚了，便在画舫里过的夜。看到叶兰晨拉着小麦兜和小桃桃进来，这王八蛋故意的吧？我刚刚明明告诉他了，让他别走大门，带着小麦兜他们走后门的，他竟然就将人这样带进来了，这不是摆明了告诉孙氏，姬王子就是这几个孩子的父亲？可如今想阻止也来不及了。孙氏看到一大两小3张相同的脸，惊得嘴巴张得能咽下一个鸡蛋。这
七皇子，你们这是？哎呀，母亲，你快点去给我儿子准备吃的，他们都饿了。七皇子还有事儿呢，咱们就别打扰他了。哎，七皇子啊，你慢走。外祖母，小桃桃想吃糯米包鸡，娘亲说你请的厨师做的糯米包鸡是全天下最好吃的，小桃桃一直想尝尝。外祖母，你可以让厨师做给小桃桃尝尝吗？孙氏脑子里一堆问号想问，可是看到脚下如此可爱的小家伙，奶萌的声音让他心顿时转成一滩水，将内心的疑问抛之脑后。小桃桃，名字真好听，你等着，外祖母啊，马上给你安排糯米鸡。你呢，小宝贝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有什么想吃的吗？告诉外祖母，外祖母啊，让人去做。外祖母，我叫小麦兜，哥哥喜欢的小麦兜都喜欢啊。原来小麦兜是弟弟啊，真乖。你们先去里边等外祖母安排好了就过来找你们哈。好的，外祖母。刚准备转身去厨房吩咐下人，母亲，我要吃凉拌猪皮儿、凉拌五谷鸡爪，还有卤水鸡翅，我还要吃，每天就知道吃，马上就要成婚了，吃那么多做什么？吃胖了婚服穿不上，谁有空给你改啊？今天晚上只准吃青菜。哈，孙氏，你虐待我，你信不信我告诉我爹呀？哼，你去啊，告诉你爹，你连青菜都没得吃，你还是想想怎么跟你爹解释两个孩子的事吧。孙氏傲娇的走了，叶若曦气的一连吃了好几个点心。哎，看看吧，你娘我在这叶府啊，就是这么的没地位的。这孙氏一天不对我，她都浑身不自在的。娘亲跟外祖母一见面就掐，各种吐槽，两人都是刀子嘴豆腐心。我敢肯定，娘亲说的，外祖母肯定会煮的。果不其然，菜上桌的时候，叶若曦点的菜就摆在他面前。孙氏，你故意把那个点心摆在那儿的是不是？我现在都快吃饱了，我哪还有肚子吃这么多啊？点心啊，我让你吃了吗？还有这些菜，我都是煮给我的外孙吃的，又不是煮给你吃的。你瞎嚷嚷什么？哼，我就吃。叶若曦才不管他，拿起碗便吃了起来。吃到一半，管家过来询问：夫人，大少爷差人过来说，今夜不回来了。这个混账，日日不着家，怎么不直接搬到大理寺去住？天天就想着破案，脑子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娘了？你带些饭菜过去，告诉他，要是再这样天天想着破案，让他以后都不要回来了。管家刚要转身去准备，哎，管家，你先准备好，等会儿我给叶腾送过去。你去什么去啊？女孩子家的往大理寺跑，成什么样子？况且还有2日你就要成婚了，你给我好好的在家待着。我过去看看，说不定能帮上你儿子。不然以你儿子那废寝忘食的做事精神，我成婚那天他估计都没时间回来。听到这话的孙氏最后还是沉默了。叶若曦是自己去大理寺，刚到门口，一名官兵便急匆匆的跑了出来，差点将叶若曦给撞到了。还好他反应快，及时闪开了。哎呀，谁这么不长眼啊？是大小姐啊，你来的正好，你赶紧进去看一下大少爷，他晕倒了。听到叶腾晕倒了，叶若曦赶紧跟着他飞身进去。一进去，看到叶腾原本俊美如玉的脸，此刻毫无血色，宛如濒死之人。叶若曦顿时心底一紧，一把脉发现竟然是心梗，她赶紧将救心丸塞进他嘴里，然后拿出金针放血做心脏复苏，抢救了足足半个小时。叶腾的脸总算恢复了一点血色，确定他的心脉恢复正常，叶若曦才松了一口气，瘫坐在地上。大小姐，少爷他没事了是吗？如果你家少爷继续这样熬下去，活不过2年，回去让孙氏给他早点准备后事吧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少爷你不能死呀！你还这么年轻，你还没有娶媳妇，还没生孩子，你怎么能死呢？大小姐，你救救少爷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妈呀，这小厮可真能哭。小厮成功将叶腾给哭醒了。春喜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少爷，你醒了，真是太好了！你没死，真是太好了！大小姐，少爷不会死的，对不对？姐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少爷，您刚才晕倒了，差点就没气了，还好有大小姐救了你啊！但是大小姐说你活不过2年了。少爷，春喜不想你死，
要死了春喜怎么办呢？一个男人哭成这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小厮是叶腾的小媳妇儿呢。活不过2年，这是何意？因为你长期熬夜，肝功能损伤，心脉也跟着受损。要是继续下去，熬不过2年。所以叶少爷，你是想年纪轻轻的英年早逝，让那些受冤的百姓再也投诉无门吗？听到这话，叶腾脸色煞白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。这时，一名穿着护卫衣衫的瘦小男子走了进来。大人，你没事吧？小年，我没事，让你去办的事可办好了？大人，小的已经将东西找到了，现在证据确凿，明日那人必定无话可说。叶若曦看到眼里只有叶腾的男子，眼眸顿时一闪。哎，这位小兄弟啊，你们大人从明天开始呢，便要休长假了。以后有什么事儿呢，你直接去叶府禀报便可。休长假？大人，你身体如何了？你们大人如果再不好好休息，就要英年早逝了。什么？大人，你千万不能有事啊！你赶紧先回去休息。大理寺有少卿在，一定会将案子审理好的。我派人送你回去。小年风风火火地冲出去喊人，没多久，马车就安排好了，将人送上马车。小年才知道叶若曦是叶腾的姐姐。叶姐姐，大人就麻烦您了啊！不麻烦，小年，你要不跟我一起回去吧？我这弟弟不听话，我担心他又连夜爬起来看案子，得有人盯着他才行。其他人盯着他，我不放心啊。这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啦，而且还有2天我就要成婚了，到时候我就不能在家里盯着他了。所以在他痊愈之前，你都帮我在叶家盯着他，可好？哦，好，叶姐姐，我答应你，我过去盯着他。回到叶府，得知叶腾差点就死了，孙氏吓得直接晕了过去。醒来后，派人将叶腾房间里的笔墨书籍全部都搬走了，还派了10几个人轮流盯着他，不准他再熬夜。转眼便到了叶若曦成婚的日子。孙氏带着人来叶若曦房间时，她还没睡醒，于是强行拉起来洗漱化妆，然后孙氏拿着一个红色本子递给她，嫁过去啊，就好好的过日子，可不能像在家里这样无拘无束了。这是家里给你准备的嫁妆，记住要放好，嫁妆可是你立身的本钱啊。还有照顾好小桃桃他们，你这带着孩子嫁过去，必定会受人非议。但是怎么说，你都是我们叶家的嫡女，要是有人欺负你，你马上回来告诉你爹，记住了吗？我出嫁，你是不是舍不得我呀？哼，想得美，我会舍不得你？这么多年了，你总算是嫁出去了，我这会儿巴不得立刻就去放鞭炮庆祝呢，怎么会舍不得你？也是，被我压了这么多年，总算是翻身了。赶紧盖上头盖，等会儿新郎官便要过来了。叶若曦在盖上盖头的那一刻说了句母亲谢谢你。刚准备转身出去的孙氏听到这话，脚猛地顿住。这么多年了，若曦从来没有真心喊过一句母亲，当然偶尔做的样子也喊过，但是从来没有像今日这样心甘情愿的喊我一句母亲。谢什么谢？要不是你爹让我好好的照顾你，我才不管你呢。这时叶飞和叶腾过来了。娘，张姐，身体好点了吗？等会儿背我行不行啊？听到这话的叶腾直接被呛到了。张姐，男人怎么能说不行呢？弟弟虽说还没恢复彻底，但背长姐出嫁这点力气还是有的。张姐，弟弟一心只想着破案，从未想过赚钱失意，所以我手上的银子并不多，这2000两是弟弟给你的天妆，钱虽少，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我还入股了2弟的店铺，这股有一半是我送给你的，到时候赚钱呢，也会有一半分股给你。听到这话，叶若曦内心感动，这个弟弟一直都是个刚正不阿的好官，除了俸禄再没有其他入账，如今能给他2000两天妆，估计口袋都空了。谢谢，这股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天妆。大哥你放心，这店铺我一定让你赚得盆满钵满。张姐，这是弟弟给你的天妆。叶若曦拿过锦盒打开一看，顿时愣住，盒子里面竟然有10万两银票以及多间店铺。叶飞，你该不会骗赵姑娘将嫁妆偷给你吧？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叶飞是这样的人吗？这可是我这几天赚的。就几天的时间你就赚了这么多银子啊？哼，别小瞧我，我平时吃喝玩乐的银子都是自己赚的，不然靠娘给的那点零花钱，我早就饿死了。怎么，男子汉大丈夫，难道不应该努力赚钱养家？应该的。我去看看新郎官到哪儿了。叶飞直接转移了话题，跑开了。没多久，他又跑回来，声音都带着激动：来了，新郎官来了！张姐，你赶快盖上盖头。小雪，咱们出去挡门，一定不能让新郎官那么轻易进来。然而赵一鸣几人一出来，看到一身喜服的叶兰晨
叶姐姐不是跟杨家嫡子成婚吗？为何过来迎亲的是七皇子？守一鸣他们还没反应过来，暗一已经将一串金元宝直接挂到了三人脖子上。二舅子、小雪姑娘、赵姑娘，今日我是杨家嫡子，还请你们多多承让。嘿嘿嘿嘿嘿，战神七皇子竟然是我姐夫，为何从来就没有人告诉我？我姐夫是战神呢，那以后在京城我不得横着走？而且姐夫的见面礼给的实在是太多了，咦，这怎么好意思不让进门呢？哎，姐夫，您里边请。叶腾就站在那里挡门，还没反应过来，门就被打开了。当看到新郎是叶兰晨，他也惊得忘记了反应。大舅子多多承让了。话落，一大串金元宝被挂在叶腾的脖子上，叶兰晨直奔屋子里，不费吹灰之力便看到站在那里一身喜服的叶若曦。这一刻，叶兰晨心底莫名的紧张起来。娘子，我来接你了。听到这微微沙哑的声音，叶若曦有些意外，定下亲事这么久，她一次都没见过这杨家嫡子，如今听到这微微沙哑的声音，让她更加断定这杨家嫡子必定是不行的。正常男子的声音都是中气十足的，哪里会是这个声音啊？在一片激动的欢呼声中，叶若曦被叶腾背上花轿，一路上她能感觉到在场的人很激动，然后也听到很多人在说新郎官长得俊。叶腾，你姐夫有这么俊吗？怎么大家都这么激动啊？七皇子可是京城每个女子的梦想夫君，能不俊吗？战神娶妻，这些女子的梦就碎了，她们能不激动吗？确实俊。皇上在福满楼的包厢里看到这隆重的婚礼。皇公公，皇兄的婚礼如此隆重，怕是京城找不到第二个了。皇上，到时候您成婚，婚礼必定比七皇子更隆重。听到这话，成婚，想到脑海里出现的那一道倩影，目光看向跟着花轿一起的小雪，也不知是心有灵犀还是怎样，小雪恰巧这个时候抬头看一眼，与皇上的目光对上了。皇上啊，小雪，你说皇上？皇上就在那酒楼上面。皇上居然会过来凑这样的热闹，这杨家嫡子这么有分量的吗？小雪想到小樱桃悄悄告诉过她，叶姐姐还不知道自己的夫君是七皇子呢。叶姐姐，这场婚礼可以说是轰动整个京城，皇上过来凑热闹也不稀奇。而且叶姐姐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杨老夫人可是太后娘娘跟太妃娘娘的母亲，杨家嫡子和皇上也是兄弟，表兄弟。你说什么？杨老夫人是太妃娘娘的母亲？这事儿怎么从来都没有人告诉过我呀？小雪想到几个小家伙刻意隐瞒叶若曦的事儿，想来也是想给她一个惊喜，这会儿当即配合道：这事知道的人应该不多，我也是这2日才听说的。叶若曦此刻生无可恋，一时间有些后悔当时冲动答应下了这门亲事。这皇上跟杨家嫡子是表兄弟，那杨家的嫡子跟叶兰晨不也是表兄弟关系吗？婚宴叶兰晨肯定也会去了，到时候他要跑去闹事儿，可如何是好啊？很快叶若曦想通了，这叶兰晨应该不至于跑去骚扰表兄弟的妻子吧？况且那是杨府，他也不敢乱来，而且都已经跟他说的那么明白了，他应该不会这么拎不清的。想通后，叶若曦顿时眉开眼笑，心里已经在谋划如何将杨家的产业翻倍了。一系列的成亲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花轿到达杨家的时候，宾客已经都站在那里看新娘子了。随后新娘子下花轿，单花轿后面还有一顶轿子，众人都好奇这多出来的轿子坐的到底是何人。大伙儿正在疑惑，轿帘子被打开，一个粉妆玉琢的小男孩从轿子里钻出来，然后下一秒又有一款大红包从轿子里钻出来。好可爱呀，好漂亮的小奶娃，还是双生子啊！这是我见过最近的小奶娃，还是2个。杨家那几个嫂子抬着2个大金盘出来做什么？只见他们抬着金盆，将2个小奶娃直接放到了盆里。恭喜杨府喜添双贵子，愿黄金满屋，白玉盈房，金盆入门，贵子安康。天哪！这叶帝氏的嫡女竟然跟战神生了孩子，这杨家还是2个，像的。
天哪，的女人也敢要？这月帝师的嫡女怎会如此的下作？孩子竟然如此大了！你们闭嘴吧！什么叫做人家下作？这位战神6年前出征，他身为皇子，出征可是九死一生的事情。那个时候，战神为自己留一个后，不是很正常？而且两家本就是有婚约，我看这叶家嫡女就是个有情有义、有大爱的女人，同时也是勇气可嘉。试问，我们这些人当中，哪个能做到像她如此无私伟大，心甘情愿为未婚夫留后？反正我是做不到如此伟大。很快，在场的人都被他带偏了，一个个都觉得叶若曦是伟大的、充满大爱的女人。接下来的拜堂流程很顺利，很快她便被送进了婚房，而叶兰晨则被陆逸轩拉着在喝酒，显然是想将她灌醉。叶兰晨哪怕知道他的用意，但依然奉陪到底。而小桃桃像个欢快的小麻雀一样，这小家伙还偷偷尝了一杯果酒。爹爹，小桃桃最爱的爹爹，小桃桃可喜欢你了，你喜不喜欢小桃桃呀？叶兰晨看着小桃桃的脸红得跟他的喜服一样颜色了，赶紧将小家伙抱起来。连个孩子都看不好，自己去领罚。是，嘿嘿，我阻止了呀。看小少爷的嘴也太会说了，你这哄着让他尝一小口，谁想到小少爷一口直接喝了半瓶果酒。但他可不敢反驳，乖乖去领罚了。诸位，我家小桃桃不小心喝了果酒，我先带她回内室，诸位继续吃好喝好。叶兰晨也趁机解脱，然而还没到房门口，小桃桃突然从叶兰晨怀里起来。爹爹，快放我下来！怎么了，小桃桃？你叶兰晨话没说完，小桃桃一个打嗝，直接吐了出来。我最爱的爹爹，小桃桃喝醉了，小桃桃什么都不知道。安逸哥哥，抱！小桃桃要洗澡睡觉了。说完，又像只小猴子一样爬上了暗一身上。暗一这罚领回来，就感觉到叶兰晨的死亡凝视，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抱着小桃桃拔腿就跑。院子里剩下的几人面面相觑，还是小绿反应过来，嘱咐道：“你们快去准备衣裳和热水。”大家这才反应过来，赶紧去准备。去帮夫人换下那繁重的衣衫，伺候她先吃点东西。我呢，直接过去。是，我马上过去告诉夫人。小绿还是叶若曦派来问七爷什么时候过去的，而小绿回来竟然告诉他不来揭盖头，让他自己换上衣服。小绿，我那夫君难道长得很丑，连头盖都不来揭了？小绿帮叶若曦解开凤冠的手猛地顿住。夫人，您不是见过少爷吗？没有啊，定亲都这么久了，那杨家嫡子都没找过我。对了，我好像还不知道他叫啥呢，当时我都没看过婚书。小绿，给我把婚书拿过来。夫人竟然不知道七爷便是他夫君，这是何操作呀？夫人，婚书奴婢得去找找看，今日的东西太多了，奴婢先给你解开这些首饰，伺候你先吃点吃食。叶若曦肚子适时的响了起来。饿呀，太饿了！这新娘子当的可真的太憋屈了，要不是小麦豆和小樱桃今天时不时的塞点东西吃，这会儿怕是要饿晕了。换下那繁琐的衣衫，叶若曦吃了一碗鸡汤，胃顿时舒服了。吃饱喝足，她才看向自己所在的婚房，这一看，顿时眼前一亮。屋子装扮得很喜庆，同时还不失高雅，是那种古典美，让她很是喜欢。不错嘛，这杨家还是很用心的。夫人可要去沐浴？让人备水吧。夫人，无需备水，少爷让人从山上的温泉打通了一条管道，直通您的屋子，无需备水。啊，这么好！闻言，叶若曦便走进浴房，看到那里竟然有3个不同的温泉池，每个温泉池都用一块石头刻着字，分别是牛奶池、玫瑰池以及清水池。温泉池隔壁竟然还有一个汗蒸房，同时隔壁还有一个茅房，茅房便是现代的蹲厕，方便又卫生。这些蹲厕自然是他发明出来的，然后在整个东来以及其他国家盛行热卖。这汗蒸房我都还没有出手开始安排制作呢，怎么这杨家会制作一个汗蒸房啊？这汗蒸房是何人设计的？听说是小少爷给的图纸。小桃桃，他何时认识杨家嫡子了？这个，小少爷应该给了杨老夫人了。哇，原来如此啊！这小家伙的行动可真的是太强了。这汗蒸房的大概设计，我也就跟他说了一遍，没想到他竟然直接制作出来了。确实，少爷真的是很聪明。夫人，你要进去试试吗？试试吧。这么现代化的汗蒸房，当然要试试啦。其实呢，汗蒸最好是不穿衣服的，
叶若曦走了进去，里面竟然还有点心和果汁儿。小绿，这也是杨老夫人准备的，这也太贴心了。应该是吧？小绿知道这肯定是七爷准备的，可是夫人都还不知道自己所嫁的人就是七爷，所以她这会儿也不敢贸然说太多。哎，小绿，你先出去吧，等一下需要你的时候我再喊你。小绿离开后，叶若曦坐在躺椅上喝着果汁儿，享受着汗蒸房将她体内的湿气都给释放出来。大概1炷香的时间，便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她刚出汗蒸房，便跟走进来的叶兰晨直接撞上了。叶若曦直接被撞得往后倒去，幸亏叶兰晨眼疾手快，将她给抱住了。细腻的肌肤紧紧贴在叶兰晨身上，这对叶兰晨可是致命的诱惑。叶兰晨，你疯了你怎么会过来这里啊？这男人莫不是疯了？他竟然就这么走进婚房？叶若曦想把他给推开，奈何眼前的男人就像石柱子一般，怎么推也推不动。今日是你的大婚之日，我怎么能不来呢？叶兰晨那张绝美的俊脸露出一抹让人春心荡漾的微笑，这笑直接撞叶若曦的心房。叶若曦觉得自己疯了。不行，我今天已经是人妻了，我心里怎么能产生异样呢？叶兰晨，你别闹了，我已经跟杨家嫡孙成婚了，你这样要是被发现，我会被进猪笼的。我还年轻，我可不想死，而且你是堂堂的七皇子，什么女人没有啊？就当我求你了啊，你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你想怎么求我？你求来我听听，求得我满意了，我再考虑一下不再来找你。叶兰晨话没说完，直接贴了上去，两人亲密无间。叶若曦突如其来的喊声让他越发放肆。叶兰晨，季夏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怎么不能浪费如此良辰美景？某人不再给他多说的机会，婚房的荷尔蒙含量直接上升到制高点。第二日醒来，看见空荡荡的喜床，叶若曦脑海里浮现出昨夜的疯狂。我真的是疯了，我居然在婚房跟其他的男子，叶若曦觉得自己就是妥妥的渣女，她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？娘亲，小桃桃软萌的声音将她的思绪拉了回来。小桃桃，昨夜在杨府可还习惯呢？娘亲，小桃桃睡得很好。对了，娘亲，刚才外祖母让我告诉你，杨府没有那么多规矩，这新媳妇茬，你何时醒来，何时再进，一切从简。听到这话，叶若曦内心更加愧疚不已。这杨老夫人这么好，我竟然……小桃桃，你等会儿娘洗漱好了，跟你一起过去给太祖母敬茶。好。叶若曦很快洗漱好，拉着小桃桃过去敬茶。刚好小绿已经过去告诉管事，叶若曦准备去敬茶了。所以叶若曦到杨老夫人的院子的时候，几位大嫂已经坐在那里等着看了。孙媳妇给祖母，各位大嫂请安。若曦啊，委屈你了，这新婚夜都还没过完，那臭小子就去军营了。等他回来，祖母一定好好训他一顿。原来昨夜夫君去军营了，肯定是叶兰晨那个混账安排的，不然他怎么敢直接闯婚房？难怪要将小绿给我做陪嫁丫头，原来是为了方便自己。这会儿他在心底暗自决定，今夜一定要跟叶兰晨一刀了断。祖母，夫君以国为重是应该的，我自然不会怪他。祖母，孙媳妇给您敬茶，祝您身体安康。好，我们家若曦就是乖。杨老夫人直接让人搬来整整8箱的敬茶礼。叶若曦如今已经免疫了，杨老夫人这挥金如土的表现着实让她很享受。接下来给4位嫂子敬茶，若曦给几位嫂嫂敬茶，祝嫂嫂青春永驻，笑口常开。几位嫂嫂都高兴地喝了茶，还都给她了丰厚的敬茶礼。敬完茶，叶若曦让小绿将礼物拿出来，一一送给各位。杨老夫人的是一个琉璃观音，几位嫂嫂收到礼物也是惊喜不已。这是地契？不对，这怎么是1000酒楼福满楼？这不是京城最大的酒楼吗？大嫂，听闻呢你最会打理手中的铺子，如今这个酒楼送给你，必定让酒楼更上一层楼。七弟妹啊，这礼物太贵重了，大嫂不能要。大嫂，
小西西今年10岁了吧？还有几年就及笄了，到时候你不得准备嫁妆啊？这酒楼呢，如果你做得越好，小西西以后的嫁妆岂不是更丰厚？听到这话，杨大嫂塞地气的手猛地顿住。如今她在杨家确实不缺银子，但如今丈夫已经离开，光靠她手中的铺子赚钱，能给小西西的嫁妆也确实有限。最后在叶若曦的劝说下，她还是将这份大礼收了下来。七弟妹，这酒楼以后所有的收益，咱们5-5分。哎呀，大嫂不用5-5分，我还有诸多的养殖场，以后酒楼的食物呢都在我的养殖场采购，我一样能赚钱。所以呀，你就收下这个酒楼，生意越好，那我也赚的越多呀。最后杨大嫂还是被叶若曦给说服了，送给杨二嫂的是一间胭脂水粉铺。七弟妹啊，你怎么也送我铺子？我不会打理铺子呀。二嫂，听闻你擅长制作香料，这间胭脂水粉铺呢，其实就是送给你的研究室，里面什么道具都有，能更加的方便你提取香料。而且我送你的这个铺子啊，也是为我其他铺子打算的。你要是制作出了新的香料，可要第一个卖给我。七弟妹啊，我们是自己人啊，你想要我新制的香料，我直接送你便可，无需购买。二嫂，那既然是自己人，那这铺子你就收下，以后就在铺子里研究香料，这香料制出来呢，我就拿来我的其他铺子售卖，到时候收益呢，我给你2成。二嫂，自己人啊，不准拒绝。行行行，二嫂收下了。二嫂啊，一定努力研制出新的香料给你卖。三嫂打开手中盒子，看到里面的东西，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哎呦妈呀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叶若曦赶紧将三嫂扶起来。三嫂，这可是个好东西，你看哈，三嫂，这个骷髅手套上面的骷髅是机关，你按这里可以射出银针，银针呢一共38根，你按这儿就可以出现一把小刀，这把小刀削骨如泥。这个手套呢还刀剑不入，关键时刻不仅能杀人，还能挡住突如其来的危险。听闻三嫂有一个镖局，你还经常跟着出镖，这手套啊，我准备了2000双，不知道够不够？要是不够，您告诉我人数，我让人继续裁制。哎，竟然还有这等好东西，七弟妹，太谢谢你了。够了够了，我们镖局就1000多人，三嫂喜欢就好。哎，四弟妹，你快看看你的是什么礼物？她打开盒子，看到里面一沓纸，打开一看，竟然是食谱。天哪，这么多食谱都是我没见过的啊！还有各种摆盘和蔬菜雕刻。七弟妹，太谢谢你了，这礼物我很喜欢。听闻四嫂喜欢做菜，还是御膳房的总管，我便想着呢，这些食谱和摆盘的办法呀，特别的适合你。我们若曦啊，送的每一份礼物都很用心。几位嫂嫂也很高兴。一开始他们还担心七弟妹好不好相处，没想到一来就投其所好。大嫂女儿小西西，二嫂女儿小月月也分别送了礼物。不止这些，所有的下人都收到了礼物。叶兰晨在军营处理完事儿，准备回去的时候，安一带着2名护卫，搬着一大箱东西过来。这是何物啊？七爷，这是夫人送给大家的喜糖，夫人说人人都有份儿。叶兰晨身边的副将打开箱子，一看里面竟然是金币。这怎么是金币？安一，你确定不是搬错了？这是夫人亲自吩咐我搬来的。夫人说糖不好放，所以直接给金币，大家伙儿自己去买糖。哎，夫人真大气啊！七爷，夫人真是大气啊！府上所有下人都有礼物，夫人还给大少奶奶送酒楼，还给……安一将自己听到的一字不落的告诉叶兰晨。听到所有人都有礼物，那夫人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？这话直接将安一给问住了。他挠了挠脑袋，七爷，这个得您自己回去才知道。没听小绿说夫人有给七爷准备礼物啊？夫人该不会所有人都送了礼物，就没给七爷送吧？想到这个，安一赶紧闭嘴，一个字都不敢说了。叶兰晨匆匆回到杨府，已经夜深了。叶若曦早就睡了，小绿今天守夜，看到叶兰晨赶紧迎上去。七爷，夫人睡了。王妃给本王的礼物呢？什么礼物？今日王妃不是给所有人都送了礼物吗？小绿是侄女，不懂转弯，听到这话下意识开口，王妃没有给七爷准备礼物啊。没有，你确定？确定啊，王妃所有礼物都是交给我保管的，没有七爷的。小绿说完，看到暗一在疯狂的眨眼。暗一大哥，你眼睛怎么了？啊，我没事，就是眼睛进沙子了。那个七爷在下先回去了。小绿，七爷回来了，你也下去吧。暗一赶紧将小绿拉下去。开玩笑，还不赶紧溜啊！七爷生气，后果可是很严重的。叶兰晨拳头捏紧又松开，随后
后，嘴角勾起一抹笑意。本王的王妃肯定是打算亲手将礼物送给本王，所以并没有让小绿知道。这样想着，叶兰晨的心情顿时好了起来。进了屋子，他直接躺了下来，将睡熟的叶若曦拥进怀里。叶若曦这会儿是真的累了，昨日成婚典礼就累了一天了，昨夜还被叶兰晨折腾了一宿，这会儿累的他根本不知道叶兰晨躺在自己旁边。叶兰晨最近一直都在忙着成婚的事儿，也是没好好休息，加上昨夜耕耘了一夜，没睡半个时辰，护卫又急匆匆跑来告诉他军营出事儿了，他不得不连夜赶到军营。如今抱着这娇软的身体，很快也跟着进入了梦乡。叶若曦是被热醒的，看到那放大版的俊脸，一脚将叶兰晨给踹下了床。叶兰晨，你疯了你怎么又来了？叶若曦这会儿真的想将叶兰晨原地埋了。神经啊，这人真的当杨府是自己家了？媳妇儿这到底是什么反应能力？怎么就没有想过我是他夫君呢？西西啊，我……哎呀，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可是发生何事了？奴婢可以进去吗？听到刘嬷嬷询问，叶若曦顿时瞳孔一缩，一把将叶兰晨推到床上，用被子将自己跟他一起盖住，然后她侧身躺着，这样刘嬷嬷进来就看不到叶兰晨了。刘嬷嬷，你进来吧，我刚才只是不小心碰倒了杯子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刘嬷嬷进去，夫人，这是杨老夫人给您的账本和杨府的印章，老夫人说以后这家就靠您了。啊，这老夫人真的要让我成为杨府的当家主母吗？难道就不怕我将银子全部转移，然后玩失踪吗？老人家这么好，可我居然背着他。这时身后的叶兰晨竟然在他身上乱动起来，气得他差点当场将人踢飞，好在理智让他冷静下来。谢谢刘嬷嬷，我迟点亲自过去感谢祖母。哦，好，那老奴先回去了。好，嬷嬷慢走啊，小绿送送嬷嬷。嬷嬷您请。关上门后，叶若曦一个翻身，直接坐到叶兰晨身上。叶兰晨，你闹够了没有啊？我跟你说了，我已经成婚了，叫你不要再来招惹我了，你怎么还天天过来呀？你到底知不知道啊？要是被人知道我跟你苟且在一起，我会被进猪笼的。西西，明明一开始招惹我的人是你，怎么现在变成是我招惹你了？要不是这女人招惹在先，我怎么可能会娶妻呢？确实是我先招惹的，可是，行，就算是我先招惹你，可最后吃亏的也是我呀！我不仅帮你生了孩子，还陪你睡了这么久，你早就转麻了。所以啊，咱们好聚好散，你以后别来招惹我，我也不会过去招惹你。咱们呢就假装谁也不认识谁，好不好啊？只要你同意，我就让小麦兜他们回去跟你认祖归宗上玉蝶。叶若曦不知道的是，叶兰晨在得知孩子的存在后，便马上将孩子上了玉蝶，现在就差2个孩子到祖宗面前跪拜一下，给祖宗认一认了。招惹了我就想跑，叶若曦，你是觉得我很好欺负是吗？哎呦，叶兰晨，你不能这么无赖，我何时欺负你了？睡了我就跑，难道不是欺负我吗？每一次都是。虽然是我先招惹你的，可如今我已经嫁人了，而你堂堂的七皇子，东来国的战神，总有一天要娶妻的。如果让你未来的妻子知道你竟然可以跟一个有夫之妇纠缠不清，那可如何是好啊？所以呢，我们就好聚好散，可好？不好，这笨蛋真是笨死了。哎呀，那你到底想怎样啊？只要我想都可以。叶若曦抿嘴，刚要骂人，突然想到叶兰晨这家伙好像不能用正常手段来对付，得反套路。是吗？七皇子就这么喜欢我，非我不可啊？这女人每次笑准没好事，你笑成这样，你想对我做什么？自然是做我想做的事儿啊。叶若曦突然一点点往上坐，叶兰晨只觉得身上一团火在蔓延。叶若曦坐到了火团的位置。别闹，这是大白天啊。白天又如何？又不是没试过。叶若曦说着，一点点将叶兰晨的衣服脱到最后，叶兰晨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想要翻身化被动为主动。突然咔嚓2声，他的双手被什么东西给束缚住了。西西，你拿什么东西绑着我？自然是能让你欲罢不能的东西，这可是好东西，也只有你七皇子才有这般的待遇，别人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。话落，叶若曦从他身上下来，开始一点点在他身上游走。西西别闹，放开我。放开你可以啊，但你以后不能再来骚扰我，这是唯一的条件，不然我就一直把你囚禁在这儿，让你吃不到摸不着，天天被我撩拨。你就这么不喜欢我，还对我这么狠心啊？
你天天来破坏我美好的婚姻生活，你觉得我应该如何喜欢你啊？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，看看婚书呢？叶兰晨以为他是杨家嫡子的事情会在他们成婚的那一天揭露，可谁能想到他的王妃反应如此迟钝，竟到现在都猜不到自己便是他的夫君。婚书什么意思啊？这家伙为何突然让我看婚书啊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一定要警惕一点，可不能被这叶兰晨带偏了。叶若曦就喜欢走反套路，叶兰晨让他去看，他偏不去。哼，看什么婚书啊？我的婚书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叶兰晨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怎样才肯不纠缠我呀？只要我能做到，我便答应你。再陪我10日，10日后便要去边境。叶兰晨看着他的眼神仿佛都要拉丝了，叶若曦只觉得这眼神很不习惯。你叶兰晨，除了陪你，其他我都能同意。除了你陪我，其他的我都不需要。唉，这看来是没法谈了。你确定我陪你10日，你就去边境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好啊，那我就陪你10日。为了我更好的陪你，这10日啊，你就这样待着吧。西西，你确定要这样？确定啊，你不是要我陪你吗？这10日呢，我好好的陪你。小绿，去告诉老夫人，我风寒了，为了不传染给其他人，这几天都在屋里。你说我喜庆，让大家别来打扰我。至于我那个夫君呢，你就告诉他，等我好了，我亲自去他院子里找他。反正他这个夫君新婚夜都能去军营，那他在自己院子里待上10日，估计他也是不会过来了。叶兰晨没想到叶若曦会来这一出，然而晚上叶若曦喜滋滋地躺在他身旁。七皇子躺得可还舒服啊？舒服。如果你靠近一点，我会更舒服的。听到这话，叶若曦直接笑了，伸手一点点在他那腹肌上一点点滑下。七皇子啊，你确定不是在给自己找罪受？叶兰晨没有说话，喉结滚动了一下，没多久便被叶若曦给撩拨到了。见状，叶若曦当即将手拿开。我累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啊。说着就这么躺在他身旁，心安理得的睡了。也许是真的累了，闭上眼没有多久便进入了梦乡，还做了梦。夜里叶兰晨向他求饶，说以后再也不缠着他了。他高兴的笑出声来。然而笑着笑着，他就突然笑不出来了，因为他刚将叶兰晨放开，这家伙就将他扑倒在床上，气得他就要将人给推开，可怎么推都推不动，最后直接被气醒了。然而一睁开眼，人都傻了，叶兰晨此刻竟然就在他面前。叶兰晨，你怎么会解开我的手铐的？西西，现在不是说手铐的时候。很快两人便齐齐沦陷在其中。如果不是第2日也回门，叶兰晨必定没完没了。叶若曦这会儿已经麻了，她现在深刻的体会到自己根本不是叶兰晨的对手。这个男人实在是太可怕了。算了，就这样吧，反正答应陪着狗东西10日，他就会离开的。要是被发现，那就死顿好了。反正这京城也就这样。想通后，叶若曦释怀了，早上精神奕奕的起身，洗漱打扮，准备回门。杨老夫人给她准备了好几辆马车的东西，让叶若曦很是愧疚。不过想到自己这个所谓的夫君跟自己拜了堂以后，便不见了踪影。这杨老夫人难道是出于愧疚，所以对我这么好？想到这个可能，叶若曦内心的愧疚也减少了半分，笑着坐上了马车。然而当她在马车上看到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叶兰晨，你疯了？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这是要回门啊！我是孩子爹，跟你去岳府看看孩子走。叶兰晨靠在那里，一副谪仙人的模样，让叶若曦一时不知该如何反驳。而且你说过要陪我10日，这才第2日，要是回1日娘家，那不是减少1日陪我的时间了？那样不够数，你啊就得跟我一起去边境。叶若曦听到这话，直接眼睛一闭，彻底摆烂。算了，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我已经没有力气跟叶兰晨斗智斗勇了。斗不过，那就彻底摆烂好了。然而路程走到一半的时候，马车突然停了下来。小绿啊，外面发生何事了？说完，叶若曦走了出去，一出去就看到一群俊美男子站在那里。叶若曦顿时愣住。叶姐姐，我们总算见到你了。为首的白衣男子谢成看到叶若曦，赶紧迎了上来，但还没等靠近，就被暗一等人给拦住。谢成，你们来这里做什么？叶姐姐，你说过让我们一直陪着你的，可你怎么能抛下我们去嫁人了？是啊，叶姐姐，你嫁人呢，怎么不把我们一起带去杨府？叶姐姐，你这是回门吗？我们跟你一起回吧，到时候回杨府，你就把我们带上，可好？
谢成，你这是想带着他们搞事儿啊？一直以来，他养的这些俊男美女都非常懂事儿，可如今这几个人竟然跑来拦他。刚才他们说的任何一句话，让在场老百姓听到了，都会直接将他给锤死的。虽然他之前喜欢俊男美女，确实有点渣，可他就是单纯的欣赏这些男人的美色，除了看看，就再也没有做过其他越轨的事情。成亲之前，他就给了这些美男一大笔钱，将他们都给打发了。可如今这些人竟然跑过来说这些话，看来自己当年花那么多银子养了一群白眼狼啊！谢成看到叶若曦，明显动怒了。叶姐姐，你误会了，我们真的没有搞事情啊！你对我们那么好，我们怎么会搞事情呢？大家只是想继续跟着你报恩而已啊，我们都不想离开你的。哼，我看是报仇吧，还报恩！安姨，将这些人全部送走，要是哪个再踏上京城半步，腿直接打断。叶若曦吩咐完，便转身回了马车。那几人还想解释，可安一的速度非常快，一挥手，另几名护卫齐齐上场，将那几名男子带走。没想到西西这么受欢迎。本姑奶奶不仅天生丽质，还富可敌国，受欢迎不是很正常？所以你还养了多少个男子？这个我可没数，毕竟我每到一个地方呢，看到帅的都想把他带回来养着，好看的东西看起来才养眼啊。给你2日时间，将这些人全部都打发了，不然我就亲自出面将人赶走。叶兰晨就算不说，叶若曦都会将这些男子全部遣散。主要是他如今已经见过叶兰晨这样天花板级别的颜值，再看回他养的美男，也就这样。这小插曲并不影响叶若曦回门的好心情，哪怕现在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叶若曦养面首的事情，对他都没有任何一丝的影响。马车到达叶府，叶若曦一下马便看到一家老小全部在门口迎接，这让叶若曦很是受宠若惊。爹，母亲。叶帝师看到闺女一副红光满面的模样，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。若曦啊，在杨府要好好的，只要开开心心，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委屈自己啊。哎呀，放心吧，要是受了委屈，我一定第一时间回娘家的。所以母亲，我的院子你可要给我留着，我随时都要回来住的。放心，你的院子谁都不能动。哎，姐，你回来了，正好我有好东西给你看，你快跟我进来。叶飞这时候直接将叶若曦拉了进去，而后面下马车的叶兰晨直接走到叶帝师面前。岳父岳母，说着给两人行礼。七王爷，岳父岳母，今日起我是你们的小婿，这些续礼以后都免了。听到这话，叶帝师心里还是很开心的，堂堂战神愿意对他这个岳父如此恭敬。午饭的时候，叶家的族人也被邀请过来吃饭。叶若曦的二婶苏氏，哎呦，若曦啊，我听说这杨家嫡子是过继的，这身份会不会有点低呀？这二婶会不会是切根筋呐？这话是能说的吗？二弟妹，不会说话就将自己的嘴巴缝起来，少在这里胡说八道呢。哼，大嫂，你一个继室而已，说话这么冲，有必要吗？哼！而且我说错了吗？若曦丫头的夫君本来就上不了台面，这……孙青莲，你要敢再说一句我家若曦夫君的不是，小心我撕了你的嘴！来人，我这弟妹累了，送她回府。孙氏直接一挥手，让人将她给请了出去。叶若曦被孙氏这霸气侧漏的表现给震惊到了，真没想到这孙氏平时在自己面前都是一副很好欺负的模样，这个时候竟然这么硬气，而且听到她护着自己，还是挺感动的。母亲，你就这样将人请出去了，你就不怕二奶过来闹啊？你那二奶啊，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毕竟她一直想把自己的亲侄女嫁入叶府，可你二婶一直在一旁阻止。叶若曦有些意外，没想到还会有这样的事情。好了，别管那些闲杂人等，这次晚宴是男女分桌的，所以叶若曦并不知道叶兰晨这女婿正在跟岳父喝酒呢。叶若曦吃的差不多，便想着回院子拿点东西，可路过假山的时候，听见有人在说话，她秉着不打扰别人的想法，特意小心翼翼走过，但是走到一半，二婶苏氏鬼鬼祟祟的声音让她停了下来。灵儿，你叶大伯虽然年龄大了点儿，但他最是容易被拿下，毕竟你长得年轻，加上他除了孙氏那个贱人，这么多年又没有妾室，只要你牢牢抓住叶大伯的心，这整个叶府还不是你说了算，这可是你唯一能入叶家的机会，姑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。好，谢谢姑姑，灵儿知道如何做了。
只要成功了，灵儿以后啊，一定会好好孝顺您的。跟姑姑呀，不用这么客气，你赶紧去书房守着。两人从假山离开后，叶若曦瞪大眼睛看向跑去书房的身影。我听到了什么？这苏氏的侄女灵儿好像刚进京没多久啊，最多也就16岁吧。这放在现代可还没成年呢，以后能当灵儿的爹了。就这样他都下得去手？叶若曦真的想为这两姑侄写一个福字。既然他知道了这件事儿，必然不会坐以待毙。他爹这么多年都没有纳妾，在他眼里，他这个便宜爹就是妥妥的好男人。这么好的男人可不能被这人给玷污了。叶若曦嘴角勾起一抹笑，眼眸闪得贼亮。大伙儿刚准备起身离开，不知道谁大声喊了一声：天哪，竟然有人在叶帝师的书房厮混！所有人惊得下巴都掉了。在叶帝师的书房？天哪，这普通人能进主人的书房吗？肯定不能啊。所以这厮混的人难道是叶帝师？众人纷纷抬脚往后院走去。孙氏脸色煞白，一把拉住一旁的叶若曦。若曦，应该不是你爹吧？你爹那么爱我，怎么会跟人厮混？哎呀，放心，老头子跟七皇子在一起呢。你确定？你知道的，我从来不骗人。好，得到叶若曦准确的答案，孙氏大步走在前面。我倒是要看看是哪一个不长眼的贱人，竟敢跑到我相公的书房厮混。管家，喊上所有的护卫，给我将书房里的人揪出来，先打一顿。看到这么虎的孙氏，叶若曦嘴角抽了抽。这人怎么这么相信我？要是书房里面的真的是爹，那孙氏这么大的阵仗，不就自己打自己的脸了？孙氏很快带着人来到书房门口，其他人都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就一脚将门踹开，然后直接让护卫进去，将人带被子扔出来，先打一顿再说。护卫听从命令，很快将一床被子抱了出来。给我打！孙氏一声吆喝，护卫便拿着棍子往被子里打去。哎，大嫂，你不看个脸再打，这万一是大哥呢？他这侄女儿要是被打伤了就不好了，所以他还要阻止一下。看什么看啊？这两个脏东西看了污了大家的眼睛怎么办？我哪里赔得起啊？给我打！孙氏一声令下，那群护卫拿着棍子就往那被子上砸去。啊！住手！住手啊！这不是夫君的声音？不可能，夫君怎么会跑来大哥的书房？一定是我听错了。哎，母亲，这声音听着怎么好像是二叔的声音啊？若曦啊，自信点儿，把好像去掉，这就是你那二叔，真是不知廉耻啊！自己没房子吗？啊，竟然跑到我们这里来厮混，给我狠狠的打！都说长嫂如母，婆母去得早，便有我这嫂子好好教育他。孙氏这话一出，所有人惊掉了下巴，这真的是绝世好戏呀！孙氏听到这话，早就失去了理智，过去将护卫推开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是我夫君？大嫂，我看你就是想帮着隐瞒身份。说着，苏氏一把将被子给拿开。夫君，灵儿，不可能，大嫂，是你算计我夫君，对不对？有好狠的心呐！你怎么能算计我夫君？苏氏此刻根本接受不了自己眼前看到的事实。二弟妹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你夫君现在跟你侄女搞在了一起，你难道不应该先去质问一下他们两个是怎么会搞在一起的？夫人，这跟我没有关系，是你这个侄女，我刚进去，她就直接将我扑到床上，根本没给我任何反应的机会。所以夫人，这件事你好好问问你侄女。苏氏这会儿气得颤抖着手指着侄女。灵儿，你怎么能这样做？这是你姑父，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吗？我的灵儿啊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你告诉娘，是不是有人陷害你？姑爷啊，我灵儿才16岁，你就这样毁了她，你让我家灵儿以后怎么活呀？我家灵儿一个弱女子，她还能强迫你吗？你这样睁眼说瞎话，还有良心吗？灵儿娘这么一闹腾，大伙儿顿时觉得她说的有道理。嫂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家夫君最是安分守己，你别血口喷人。好了，二弟妹，事已至此，就让二弟纳了你这侄女吧。不可能，我的夫君不可能纳妾。二弟，你毁了人家小姑娘清白是事实啊，如果不纳了人家，你这就是想让人家去死啊。灵儿，既然你姑父想让你去死，那你就去他家死吧，可别在我家里出事儿啊。
来人，将人送回二爷府上。天哪，这继母怎么这么会说？将话全都给堵死了，这人家怎么接呀？这叶府的护卫办事效率极高，很快将叶明一家全部送走了。让各位看笑话了，改日我再设宴请大家，还请诸位别将今晚之事传出去。大伙儿自然应了一声，然而走出相府就开始大肆宣扬。人都离开后，你爹呢？1万两，我告诉你，一天到晚就想着钱，你掉钱眼里了你。2万两。娘，我告诉你，你给我5000两就行。然而话落，直接被孙氏一只手抓着他的耳朵。你这个小兔崽子，马上带我去找你爹啊！疼！哎，娘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？我只要5000两，你就打我了。姐要2万两，你都只是戳他一下，我抗议啊！哎呀，你是我生的，我打你还需要理由啊？你姐是你姐，你是你，能一样吗？还想问老娘要银子，找打！叶兰晨刚过来，便看到孙氏打叶飞的画面。西西啊，看来你继母对你还挺好的。他的嫁妆都在我手里，还敢对我不好？叶兰晨不解，想知道1万两？我告诉你。叶兰晨直接从怀里掏出1沓银票，这里是10万两，我要知道你的所有事儿。姐，来，你想知道什么？小女子一定事无巨细的告诉你。回到叶若曦的院子里，叶若曦便帮着叶兰晨捏肩，一副狗腿的模样，直接把叶兰晨给气笑了。你就这么喜欢银子？据我所知，你现在都要富可敌国了。谁会嫌钱少啊？有了银子，我才可以想做什么便做什么。哎，你别看我好像很多银子啊，整个东来国我养了很多人的，看似富可敌国，但我每一笔银子都安排的满满的。那你跟我说说，你的银子都用在哪儿了？一个问题1万，你这里是10万，就是10个问题。我现在呢，一点点的给你解答。第一个问题，至于孙氏的嫁妆嘛，自然是全都给我投资了呀。你知道的，我的生意做得这么大，一开始的启动资金呢，肯定不少，所以我只能向孙氏伸手啦。哦，他就这么轻易将嫁妆给你了？这是第2个问题，因为我聪明，我能说会道啊，所以呢，3两下就被我忽悠了他80%的嫁妆。不过呢，他也聪明，懂投资，一开始呢，那么点嫁妆交给我，现在都不知道翻了多少倍了。如此看来，你继母还是很有眼光的。那是。好了，第3个问题，我的银子用处可大了，我在每个村子都开了学堂，这些学堂呢都是免费吃住的。学堂除了一些孩子，还有很多想念书的大人，不管是男女呢，都能去上学。然后呢，我还供了上万名贫苦的读书人吃住，就是为了让他们在学业上没有后顾之忧。上京赶考呢，还专门派了镖师送他们，这些都是很费钱的。接下来呢，我准备在各处的乡下开医馆，让贫穷的老百姓都能享受到平价医疗。西西啊，没想到你竟然做了这么多事，难怪近几年来东来国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，你功不可没啊。我做的这些呀，都比不过战神你做的1/1000。我做的这些呢，只能说是改变了部分人的命运。如果想让所有的百姓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，还需要很多很多的银子。接下来呢，得皇上下令开通海外航运，才能赚到更多的银子。而这几年，如果不是战神跟诸多战士舍命保护我国疆土，我们何来的安居乐业呀？有国才有家，东来国要被敌国侵略，我的母妃，我的所有亲人都会受到迫害，所以我必须倾尽全力守护我们的疆土。叶兰晨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一直是我崇拜的对象。如果一开始我知道你便是几个孩子的父亲，我一定不会选择嫁给杨家嫡子的。这么有钱有颜还有权的男人，怕是整个东来国都找不到第2个了。那你为何这么冲动的选择嫁给你从来没见过的杨家嫡子呢？嫁给杨家嫡子是有几个原因的。第一呢，我不想让我老头子难做，在这样的朝代里，亡命难违，抗旨可是要死的。我爹是家族最大的倚仗，如果我爹抗旨出事，那整个叶氏一族以后都会很艰难。那第2个原因是？第2个就是杨家有钱啊，那么多钱，但凡不是个傻的都会同意吧。我这一嫁进去就是当家主母，这多大的诱惑呀！哎，而且还有一件事，我偷偷的告诉你，你得答应我，不能告诉别人。叶兰晨看到他这反应，他也跟着变严肃起来。好，你说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杨家嫡子啊，是个不行的。我是谁啊？啊，我听到什么了？我不行？我怎么可能不行啊？哎，如果我不行，那这天底下还有男人行吗？叶兰晨深呼吸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他的眼眸已经变了，声音也跟着变得带了一丝不满。为何你会这么觉得呢？但叶若曦根本没察觉到叶兰晨的变化。哎呀，我当然知道了。杨老夫人过来提亲的时候，我告诉过她我有孩子了，可她不仅没有不满，还更加的高兴。这表现显然是因为她那个嫡孙不行啊，这买1送1啊，更合她的心意。有没有可能
是因为那本来就是他老人家的曾孙子，所以才和新颖。而且你想想，有谁新婚夜就跑去军营的？你说说，要不是我那夫君不行，你觉得你新婚夜能跑到我房间里？都是这家伙让我竟然有了婚外情。叶兰晨此刻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，这真是一个美丽而让人无言以对的误会。西西啊，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有必要告诉你。叶兰晨本想去边境之前将他是杨家嫡子的事情告诉他，可如今他不能等了。媳妇儿竟然一直认为自己不行，这可是关乎到他一个男人的尊严啊！什么？其实我就是姐，开门，开门啊！这关键时刻他竟敢打断我！哎，你鬼叫什么呀你？如果不是给我送银子的大事，你死定了！我告诉你。叶若曦走出去开门。姐，你是怎么知道二婶儿要算计爹的？而且还顺利将爹转移到了母亲的房里。我明明一直跟你在一起，我怎么不知道你都做了那么多事啊？想知道啊？给我1万两是吧？啊，给你。你凑过来，我告诉你。叶飞喜滋滋地凑过去，认真聆听着。因为你笨呐！说完，叶若曦立马后退2步。啊，叶若曦，你骗我！还我银票！到我手上的银子你还想拿回去？做梦吧你！姐，我就知道你不会骗我，还好我聪明，那银票是假的。嘿，叶飞，你竟然敢耍我！你找死！躲在屋顶听墙角的2个小身影。看来这件事还得继续瞒着了。然后飞身离开。等2人回到小麦兜的屋里，还以为能看到娘震惊的模样，可没想到关键时刻竟然被二舅打扰了，可惜呀！姐，依我看，短时间娘都不会知道爹就是杨家嫡子了。可是爹就要去边境了，再不跟娘坦白，到时候暴露了，娘一定很生气的。小樱桃如今也勉强接受了叶兰晨这个爹爹，既然他们已经成了婚了，那他自然不想爹爹惹娘生气。姐，你放心吧，以娘的性格，一旦知道，估计会跟爹去边境。什么？去边境？那怎么行？边境那么远，环境那么差，娘如何去得了？会不会去，后面便知。但爹既然要去边境，那我也得安排下去，沿路必须保证好爹的吃喝住行。二弟，你脑子到底是怎样长的？为何这么聪明，连这个都想到了？如果不是辈分不允许，都想喊小麦兜一声哥哥了。小麦兜不管何时都做得很好，很全面。我们想第一步的时候，小麦兜已经在想后面所走的所有步了。如果换作是我可能只会想到让爹拿多一点东西赶路，可从来没想到直接沿路提前安排好吃住。只要提前安排好，爹爹就不用带那么多东西，而且每到一处还能及时补给，这样在路上就不用消耗太多的精力了。小樱桃不知道的是，她之所以提前安排好，更大的原因是她觉得娘亲也会跟去，而且按照小桃桃那黏糊的劲儿，10有8九也会跟去。那小桃桃她都去了，他们俩姐弟自然也要追随呀。叶若曦根本不知道2个小家伙暗地里做了这么多事情。这会儿她已经抓住叶飞狠狠揍了一顿，第2天可把赵一鸣心疼坏了。姐，叶飞他做错什么了？你想揍就揍我好了，他这小身板哪里承受得住这些啊？叶若曦还没说话，赵一鸣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说谁小身板了？赵一鸣看了看叶飞那不算太精壮的身躯，叶飞见他如此打量自己，你看什么？信不信我让你试试，到底谁受不住？混账！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以后你要再让我听到你这个态度跟一鸣说话，看我不揍死你！娘，你护着姐就算了，我没有意见，可你怎么还护着赵一鸣？明明我才是你儿子，你难道不应该护着我？叶若曦担心又要鸡飞狗跳。母亲，七皇子还在呢，你要打叶飞，等大家离开了关上门再打，毕竟这家丑不能外扬。孙氏看了一旁的叶兰晨一眼，最后还是将心中的怒火压了下去。一鸣啊，那混账啊，整天就知道胡说八道，你别介意啊，到时候啊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给你教训他一顿。伯母，没事的，我不介意。叶飞，你可好好珍惜吧你。一鸣这么好的姑娘，如果你将她气跑了，那你这辈子就孤独终老吧你。如果真的气跑了就好了，那就再也不会承受母老虎的支配喽。当然，他脸上还是笑呵呵的说道：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他的。叶若曦已经在叶府待了1日，这会儿也要回杨府了。然而马车差不多到杨府的时候，等会儿你往后门接，不能走前门。王爷，齐少夫人，
今日就送你到这里了，在下先回了。说完，他直接跑没影了。门房一时间有些莫名其妙。夫人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王爷怎么突然跑了呢？没什么，你好好看门吧。叶若曦没想太多，留下这话便大步走了进去。一个小身影飞跑了出来，小家伙被门槛拦住，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直接摔了下去。叶若曦见状，赶紧飞身过去，将小家伙给接住了。谢谢齐婶婶。小月月，你怎么跑这么快呀？我闻到了七叔的味道，七叔回来了。嘿，小月月，你七叔在军营，没有回来哦。啊，没有吗？可是我真的闻到了七叔的味道。叶若曦从小麦兜查到的资料知道，小月月一次发烧以后，智商从5岁变成了2岁，所以这会儿听到他的话，便也没多在意。小月月，你老厉害了，你竟然那么远都能闻到你七叔的味道了。那小月月能闻到七婶的味道吗？能的，七婶香香的茉莉花味，小月月在很远的地方都闻到了。叶若曦确实很喜欢茉莉花，这会儿听到小月月这样说，很快便想到小月月的嗅觉应该是强于普通人，这样有好也有不好，自然是臭味对这个小家伙不友好。小月月身边的丫鬟在这个时候追了过来。二小姐，你见过戚夫人，以后要看好小月月。是，奴婢知道了，以后一定会紧跟着二小姐的。二小姐刚刚在做什么？怎么身上这么脏啊？小月月在找爹爹。找爹爹？戚少夫人，二小姐最近不知道为何一直说要找爹爹，然后每日拿着小铲子在后花园里面挖，奴婢每次阻止，二小姐便哭得厉害，二少夫人便让奴婢顺着二小姐来。叶若曦想到什么，当即蹲下身来。小月月，你爹爹在哪儿啊？告诉七婶，七婶帮你一起找好不好？好呀，齐婶婶和小月月一起找爹爹。叶如曦拉着小月月去到后花园，当看到大半个后花园都被挖了，她顿时惊得瞳孔放大。淘淘弟弟，齐婶婶她也找爹爹，找爹爹，找爹爹，大家一起去找爹爹。娘，你也过来帮月姐姐找爹爹啊！你快过来看我织出来的这个铲子好不好？我都挖了一半的院子了，我相信很快就能将整个后花园挖完，然后就能找到月姐姐的爹爹了。齐婶婶，快挖，我们找爹爹。造孽呀！疯了吧！这后院虽然不是主要的花园，但这后院也种了不少的花草树木。这两个小屁孩竟然将这些花花草草全都挖了！哎呀！小月月如今智力才3岁，这样的行为有情可原。可小淘淘她都5岁了，智商180的她，竟然也做出如此幼稚的行为。七少夫人、二夫人和老夫人都说让二小姐跟淘淘少爷挖，二夫人已经派人去买花苗了，等这里挖好，全部都要种上鲜花的。哎，好吧，不愧是杨府，这操作真的很霸总。娘，你过来呀！你挖那边，我和月姐姐挖这边，看谁最先挖好。这会儿他也不再想那么多了，拿着铲子就陪着两个小屁孩挖。然而他挖了差不多1炷香以后，小月月突然大喊：爹爹！淘淘弟弟是爹爹！小月月挖到爹爹啦！哇，月姐姐好棒啊，真的找到了爹爹！我给你将这石板砸开。叶若曦离两个小家伙并不远，听到这话赶紧起身走过去，一过去便看到两个小家伙脚下竟然是一块石板，意识到那是什么。哎，小淘淘住手！然而还是迟了，小淘淘直接一个锤头锤下，叶若曦感受到猛烈的摇晃，这一刻她快速的抱起孩子离开，可还是来不及了，剧烈的下坠感让她将两个孩子抱得更紧了。戚夫人，二小姐！下一瞬，耳边的声音消失，而她也掉落在地上，便是漆黑一片。小月月，小淘淘，你们没事吧？齐婶婶，小月月怕。娘，我没事，月姐姐不怕，弟弟带了夜明珠。小淘淘就像变魔术一样，拿出一颗夜明珠，将周围都照亮。叶若曦赶紧查看小月月的情况，确定她只是轻轻擦伤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她才查看小淘淘：二宝贝啊，可有哪里疼吗？娘，我后面有点疼，但还好，我能忍住。闻言，叶若曦赶紧拉上她的衣衫，当看到小淘淘后背全是血，她顿时心疼不已。娘给你上药，有点疼，你忍忍啊。血，弟弟疼。月
月姐姐，你帮我呼呼好不好？呼呼小桃桃就不疼了。吹吹。不疼了，谢谢月姐姐。月姐姐你好棒。听到小桃桃说不疼，小月月小脸总算没有一开始的害怕了。二宝贝，你跟月姐姐好好坐在这里，娘找一找有没有出口。叶若曦站起身，准备去找出口，而小月月拉了拉她的衣袖。小月月别怕，有七婶婶在，桃桃弟弟也在，我们都会保护你的。小月月没接话，而是站起来拉着叶若曦到不远处的墙面。爹爹，找爹爹。叶若曦闻言先是一愣，随后认真打量着墙面。很快她看到墙面处有一块地方不一样，在角落的地方按了按，轰的一声响，墙面缓缓升起。叶若曦警惕地观察着里面的情况，里面竟然有光，小心翼翼抬着脚要往前走，然而还没踏进去，一支箭射了过来。叶若曦顿时一惊，敏捷的一闪躲过了这一箭。然而在她刚准备让两个孩子在角落蹲好，小月月突然从她身后冲出来，往里面跑去。小月月不要，爹爹！小月月边喊边跑，而一支箭眼看就要往小月月身上射去。叶若曦也顾不得那么多，拼尽所有力气冲过去救人。在她刚要碰到小月月时，一个身影比她更快，一把将小月月拎了起来，而箭直愣愣地射到了墙上。叶若曦透过微暗的光，看到救下小月月的竟是一个穿着黑袍的人，而对方身上散发着一股一言难尽的味道，就像死尸的味道。爹爹，小月月找到爹爹了。对方扔下小月月便要跑，杨二哥。然而这话让对方离开的脚步猛地一顿，但很快他反应过来，比一开始走得更快了。小月月见对方离开，爹爹，爹爹！对方并没有停下来，在他就要消失在几人面前时，小桃桃灵机一动，一个珠子打过去，对方没站稳，直接半跪在地上。可对方反应实在太快了，很快站起来，再次飞身离开。小月月那小短腿哪里追得上？小桃桃灵机一动，只能用同样的珠子将小月月绊倒。小月月，你没事吧？你别吓七婶婶。小月月的惨叫声以及叶若曦的惊呼声让对方猛地回过头来。这时小桃桃已经跑到黑袍男子的身边。二伯伯，你就是月姐姐的爹爹。二伯伯对不对？我是你七弟弟的儿子小桃桃。月姐姐为了找你，已经在后院挖了好多天了，她的手都挖起泡了。二伯伯，你别走好不好？月姐姐很可怜的，隔壁家的小孩子都欺负月姐姐，说月姐姐是个没爹的野孩子，说月姐姐是个傻子。那些大人还骂二婶婶是寡妇，还有一些地痞流氓说要找时间将二婶婶抓起来欺负她。二伯伯，你别走好不好？月姐姐需要你，二婶婶也需要你。爹爹，抱！没想到这些人竟然敢这样欺负小月月，还想在背后算计二嫂。黑袍男子听到小桃桃的话，双手拧紧，身上散发着让人不寒而栗的寒意。二哥，我是你七弟的媳妇叶若曦，家里人都很想你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大家一起面对好不好？杨二郎过了好一会儿，总算开口了，而声音就像迟暮老人一般沧桑。你带孩子回去吧，就当没看到过我。二伯伯，你是不是受伤了？你别怕，我娘的医术很好的，她可以帮你治的。小桃桃伸手去拉杨二郎，但杨二郎下意识后退一步。别碰我，你会死的。二哥，你是中了尸毒是吗？你认识？二哥，我是天下第一神医鬼手，你的毒我能解。此话当真？杨二郎此刻沧桑的语气中带着一些雀跃。这些年他一直在想方设法找神医鬼手，得知神医鬼手在东来国，他便回来了。可他不敢回家，他这副鬼样子回去只会让娘子跟祖母更难受，而且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，所以并不打算露脸。可他万万没想到小月月竟然会找来。那这可是解毒丹，虽然不能将你的毒给解了，但是吃了之后能护住你的心脉。杨二郎接过来并没有多想，直接吃了。吃完他只觉得自己揪痛的心竟马上缓解了不少。你当真能治好我？二伯伯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娘亲，我娘亲的医术是全天下最厉害的。爹爹多年的头疾都是被娘亲治好的，还有太妃祖母中的毒也被娘亲治好了，所以你的毒娘亲肯定是能解的。爹爹，七婶婶厉害，就爹爹。七弟妹，你能否帮我医治？只要能治好，哪怕是多活1年，
让我好好看看小月月跟娘子，我都死而无憾。二哥，快请起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全力跟你医治的。那我们先上去可好？毕竟这里不方便看你的病情。还有，七弟妹，可否先帮我隐瞒我回来的事情？我不想让娘子跟祖母看到我这副鬼样子。二哥，二嫂和祖母当年得知你的死讯，痛心的几乎要窒息了。如今你活着回来了，你让我如何忍心去隐瞒着他们呢？你再看看小月月，你离开的时候她还那么小，可她都能从你的味道里得知你就在这里。如果不是小月月一直念叨着找爹爹，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到这里的。他们都是最爱你的，你怎么狠心继续隐瞒他们呢？二哥，跟我们回去吧，你难道不想看看二嫂吗？爹爹，娘姑姑，我想爹爹姑。看着女儿那眼里还蹙着泪，想到小桃桃刚才说那地痞流氓竟然敢打他娘子的主意，他这会儿恨不得马上回去将那些流氓直接砍了。好，我跟你们回去见娘子。闻言，小月月顿时高兴地跳起来，想着冲过去杨二郎的怀里。小月月，你爹爹生病了，现在还不能抱你，请婶婶抱你好不好？小月月很懂事儿，她虽然很想爹爹抱，但是她也知道爹爹生病了，便也听话的让叶若曦抱。二伯伯，我听爹爹说你的剑术是最厉害的，你以后能不能教我剑术啊？小桃桃，你爹爹的剑术可比二伯伯的更厉害。是吗？可是爹爹说他的剑术就是你教他的，你算是他的师傅，怎么爹爹的会比你的厉害？因为七弟从小就聪明，是众皇子中天赋最高的，不管学什么都很快，几乎每一位教过他的师傅最后都会被他超越。而叶若曦听到这话，捕捉到重点，猛地停下来。二哥，什么皇子？你七弟是皇子？哪个皇子啊？叶兰晨吗？杨二郎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七叔是七皇子，小月月喜欢七叔。小桃桃这才反应过来，娘亲还不知道爹爹的真实身份，可是如今好像已经无法隐瞒了。娘亲，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，再不回去二婶他们要担心了。小桃桃直接扑到叶若曦身上，试图将这件事暂时缓过去。叶若曦没有理他。叶兰晨便是过继到你们杨府的嫡孙？杨二郎哪里知道这其中的事情，这会儿听到这话，下意识点头，得到准确的答案。叶若曦气得眼珠子都瞪圆了。叶小桃，这件事你是否应该给我一个解释？娘亲，不关我的事，我也是被迫隐瞒的，因为爹爹说他要给你一个惊喜，所以让我们大家暂时不要告诉你。可我哪里知道爹爹都跟你成婚了，还没告诉你这件事呢，都怪爹爹。娘亲，等回去我一定会帮你好好教训爹爹，真的太不像话了，怎么能这样忽悠我最爱的娘亲呢？哼，以后他都不是我最爱的爹爹了。爹爹，虽然你是我最爱的爹爹，但娘亲生气可是很严重的，所以我只能勉为其难的暂时不爱你了。而叶若曦最看不得小家伙哭了，这会儿看到他红了眼眶，还说得如此气愤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们不理你爹爹了，太过分了，居然骗我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。二哥，我们要从哪里出去啊？杨二郎听到两人的对话，这才察觉自己好像闯祸了，可他哪里知道七弟居然会隐瞒弟妹真实的身份呢？你们随我来。杨二郎带着他们很快走出了地宫，然而走出来后，杨二郎突然停了下来。二哥怎么了？杨二郎欲言又止。二哥，有什么你就说出来，只要我能做到，一定会竭尽全力帮你的。七弟妹可有药，但暂时抑制我身上的味道。有，你稍等一下。叶若曦很快从荷包里拿出一瓶药递给他，不过这个只能维持1炷香的时间，可是你如果跟二嫂他们见面的话，1炷香的时间会不会太少了点儿？叶若曦明白二哥的顾虑，毕竟自己现在的情况，换做任何人都不想让妻子看到这样的自己。1炷香够了。杨二郎只要看一眼妻子就已经很满足了。行，那等会儿我先将你安排到我的院子里面，然后再去通知二嫂他们。从后山这里去叶若曦的院子是最近的，所以几人进去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人看到。安置好杨二阁，叶若曦这才带着小桃桃去找二嫂。叶若曦带着小桃桃去到刚才他们掉落的后院，看到很多人围在那里。你们放开我，让我下去。七弟，你不能下去，那里都已经倒塌了，你一旦下去就会被这些土给
淹没的。大嫂，西西跟小桃桃还有小月月他们都掉下去了，你怎么让我眼睁睁站在这里不去救他们呢？大嫂，你放给我！叶兰晨说完就彻底失控了，他直接一甩，几位嫂子全部都跌落在地上。眼看叶兰晨就要跳下那个大坑，小桃桃赶紧飞身过去。爹爹，我们在这里。听到熟悉的声音，叶兰晨猛地转过身，当看到叶若曦跟小桃桃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，他一个飞跃，直接冲到了叶若曦身边，一把就将她给紧紧抱住。西西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说这话的时候，叶若曦明显感受到叶兰晨的身体是颤抖着的。叶若曦有些意外，然后打趣道：叶兰晨，你就这么爱我吗？连命都不要啦？叶兰晨听到这话，松开手，声音从未有过的坚定：为了你，我这条命不要又有何妨？在刚才得知叶若曦跟小桃桃掉下去不见踪影的时候，叶兰晨才发现他的心已经被叶若曦全部占据了。想到两人很有可能会遇到生命危险，他的心就犹如刀割一样难受。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真的是爱惨了叶若曦这个女人。是吗？那迟点我得跟你好好算一算账。叶兰晨听到这话微愣，不太明白这话的含义。七弟妹，小月月呢？小月月她在哪儿？二嫂，你别担心，小月月没事儿。各位嫂子，抱歉啊，让你们担心了。那小月月她在哪儿？月月在我的院子里。二嫂，你跟我过去吧。几位嫂子，你们先回去，明天我再给你们细说今天的情况。几位嫂子见他们安全回来了，每个人的心都放了下来。叶兰晨还有很多话想要对叶若曦说，但是这会儿看到二嫂也在，只能将这些话全部咽了下去。叶若曦想了想，还是先让二嫂知道二哥回来了，老夫人那边迟点再说吧，毕竟二哥的药效只能维持一炷香。二嫂到院子的时候，便看到小月月朝她飞奔过来。小月月，你以后不要再吓娘了，娘真的经不住被你这样吓啊！娘，不哭，爹爹回来了。听到小月月这话，二嫂眼眶里的泪水直接掉了下来，刚才紧绷的神经在这一瞬间彻底崩溃。二嫂，你别哭啊，你要不要进去看一看谁回来了？西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二嫂这会儿也擦了擦眼泪，看向他。这时小月月拉着他往里面走。娘，进去看爹爹。二伯娘，你快点进去看看二伯伯吧。二嫂听到这话就觉得脑子嗡的一声响，完全失去了该有的反应。而叶兰晨瞳孔放大，腿比脑子反应还要快，直接飞奔进去了。刚才叶若曦便悄悄让小桃桃先回去，告诉二哥将药给吃了。这会儿杨二郎身上的味道已经暂时遮掩住了。叶兰晨进去看到一个身穿黑袍戴着面罩的男子。二哥，真的是你吗？七弟，二哥，你的声音怎么回事啊？这时二嫂也冲了进来，与那双深邃的眼眸对上，她一眼便认出来，此刻穿着黑袍的男人便是她的夫君杨二郎。杨二嫂整个人激动不已，直接冲过去，一把将人给抱住。夫君，太好了，你真的回来了，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和月月，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？你知不知道这几年我过得有多苦啊？杨二郎在妻子扑来的时候下意识的想躲开，可是多年的思念让他根本无法迈出步伐。想到现在他穿的衣服是七弟妹给他的，七弟妹说这件衣服可以隔绝他身上的毒，最终他还是没舍得躲开。杨二郎这会儿很想抱抱娘子，可是他不敢，很快他便将二嫂推开。夫君，你怎么把我给推开？你这是何意啊？二嫂，二哥他中毒了，他的毒已经蔓延到了全身，他不能接触你太久，他担心会把毒传给你。中毒了还蔓延全身，怎么会这样？七弟妹，那你能不能帮夫君解毒？二嫂求求你了，求求你帮帮夫君好不好？哎，二嫂你放心，二哥的毒我能解，但解毒治疗期间不允许其他人靠近，所以接下来的这几天可能二嫂都不能过来看二哥。为何不能靠近？让我陪着夫君好不好？我就在一旁远远的看着，可以吗？叶若曦有些为难，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劝说。娘子，你听话，我身上的毒太霸道了，我不想你受到伤害。七弟妹说，只要治疗3日，你便能再见我。夫君，你的声音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这到底是谁伤的你？你告诉我，我
一定要为你报仇，我要将他挫骨扬灰。杨二郎这会儿真的想走过去抱住他，可最终还是不敢。二嫂，二哥的情况比较严重，你先回去好不好？我现在要开始给二哥治疗了，我早一点给二哥治疗，你就可以早一点看到二哥。还有，二哥他现在需要吃点清淡的粥，要不这几天的粥都让你来煮好不好？我相信二哥一定很想吃你亲手煮的粥。好，七弟妹，你快点帮夫君治疗，我现在马上就去熬粥。等二嫂飞奔出去煮粥，西西，我留下来帮忙。好，七弟不可。二哥，你的毒要沐浴的，你家七弟留下来帮忙是最合适的。七弟妹可是女子，我身上的情况如此不堪，怎能被七弟妹给看到呢？二哥，你不要有心理负担，我是你弟弟，为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应该的。或者你换一个思路想，如果变成这样的是我，你会厌恶我吗？自然不会，七弟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你永远都是我的七弟。二哥只要有能力，便会一直护着你。所以二哥，我也跟你一样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都永远是我的好二哥。听到这话，杨二郎内心很是感动。好了，二哥，你如果想要尽快的解毒，那你一定要好好的配合治疗，而且解毒期间呢，你身边必须要有一个武功高强的人在，所以你家七弟是最好的人选。叶若曦说七弟两个字的时候，刻意提高了分贝。西西，你听我。叶兰晨下意识想解释，七皇子，如果你想让我替你解释，那大可不必，我可没这么大的能耐让七皇子给我解释什么。接下来的这3日，你好好的听我吩咐便可。我现在是一个字儿都不想听你多说，再多说一句，那你就自己找人帮你二哥解毒吧。听到这话，叶兰晨只觉得心里没底，但想到现在救二哥要紧，还是不要开口好了。等后面他允许自己开口了，那他再哄他。二哥，让我看看你身上的毒好吗？杨二郎有些忐忑，依然放不开，让叶兰晨看到自己这副样子。二哥啊，那你不给看，我也没办法帮你治疗啊。衣衫脱了吧。西西，你看二哥不合适，你闭嘴！最后一次，再跟我说话，我马上走。七弟妹，这样不好。七皇子，将你二哥的衣衫脱了。叶兰晨虽然不想让叶若曦看二哥的身体，但也知道这不是讲礼节的时候，二哥的命才是最重要的。杨二郎下意识想后退，但叶兰晨快速点了他的穴，伸手2、3下将杨二郎的衣裳给脱了。当望见那张毫无完好之处的面容和身躯，叶兰晨的心如遭重击般猛地一颤，须臾之间，眼底的怒焰几欲将人焚烧殆尽。二哥，究竟是何人对你下如此毒手？是漠北。当年漠北公主把我给抓了，非要我当她的驸马，我不干，她居然直接给我下毒。漠北，此等血海深仇，我叶兰晨定然不会善罢甘休，我定要替二哥一雪前耻。几人嗖的一下看向门外，二嫂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，看到杨二郎的惨状，她的心仿佛被1000把刀子同时割碎，痛得无法呼吸。漠北公主，她这是在挖我的心啊，她怎能如此狠毒？二嫂想冲过去抱住杨二郎，被叶若曦一把拉住。二嫂，不可，二哥身上的毒很霸道。娘子，你快出去！杨二郎本不想让妻子看到自己这副鬼样子，可没想到还是让他看到了。夫君，我不出去，以后我就陪着你一起治疗。既然七弟可以，那我一样也可以。如果你不同意，那我一定想方设法跟你中一样的毒。最后杨二郎无奈，只能同意了。他也想通了，如果娘子因此厌恶自己，也不是坏事。那样他直接给娘子一封和离书，让她去找属于她的幸福。毕竟自己这副鬼样子，怕是很难再给娘子想要的幸福了。安抚好二嫂，叶若曦拿了一套特制的防护服给二嫂，吩咐她接下来3日里进来屋子里都要穿着防护服。当然治疗要去山庄那边，因为二哥的情况要结合温泉来进行。安排好一切，叶若曦先给了叶兰晨药粉，让他倒进温泉池里，让二哥去泡。泡澡的过程很痛苦，普通人很难熬得住。好在杨二郎有功夫，体魄比普通人的好，所以他是没问题的。这温泉要泡整整10个时辰，所以吩咐好叶兰晨和二嫂，叶若曦便跟着小樱桃一起去了山庄的炼药房里。有小樱桃的协助，在实验了无数次后，解药终于制作完成。娘，太
好啦，我们成功啦！大宝贝，经过这一次挑战之后啊，你的制毒能力可是突飞猛进呢，真不愧是我最骄傲的宝贝啊！娘，我觉得这还远远不够呢，我必须马不停蹄地制作更多的毒药。我的终极目标是一把药粉，犹如一把利剑，能毒死敌军千万的人。如此一来，爹爹就能如愿以偿地实现娘亲统一东来的宏伟梦想啦！听到这话，叶若曦先是惊讶不已，随后心中涌起一股满满的感动。统一东来确实是我最大的梦想，如今古代依然还是四分五裂的状态。虽然说如今的东来成为最强国，其他国家都不敢来惹东来国，但是他们也就单纯的不敢惹而已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他们还是会发起战争的。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一统天下。虽然知道这样很难，但是凭我仰仗华夏5000年的知识，尽最大的能力赚很多的银子，然后在东来国有需要的时候献出自己的一份力。没想到自己当初的一句话，女儿记住了，而且还想用自己的方式帮她实现这个梦想。好，娘等你制出最厉害的毒药。门外刚准备敲门的人听到两人的对话，手猛地顿住。一瞬间，叶若曦敏锐地察觉到了来自门外的轻微声响。谁？紧接着，她毫不犹豫地迈开大步，迅速朝着门口走去。随着她逐渐靠近门口，那股紧张的气息也越发浓烈起来。这该不会是叶兰晨吧？这家伙一直对自身的真实身份加以隐瞒的这个事儿，我可还没和他好好清算一番呢。倘若此刻就让他知道了小樱桃也是他的骨肉，岂不就是便宜他了吗？绝对不行！无论如何都绝不能让他如此快的知晓这件事儿。我才不愿意让这家伙这般轻而易举的就当上3个孩子的父亲呢！真是的，谁叫他欺骗了我这么长的时间啊？七弟妹，是我二嫂。叶若曦打开门，七弟妹，里面的是里面的小樱桃也是我和叶兰晨的女儿。你竟然一胎生了3个！七弟妹，二嫂可以进去看看小樱桃吗？叶若曦让出位置，让她走进去。二嫂像一阵风似的走了进去，看到那粉妆玉琢的小樱桃。太像了，简直和七弟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七弟妹，为何当时成婚的时候没有将这小樱桃一起带回来？二嫂，这叶兰晨骗得我好苦啊！我还是昨天才知道他既是七皇子，又是杨家的七少爷，所以我现在不告诉他我们还有一个女儿的事情，应该不过分吧？你说什么？你昨日才知道七弟有2个身份？那洞房那日也没错，洞房那日他也没有告诉我，还跑去我婚房，害我内心每时每刻都在害怕，担心自己如此的水性杨花会被浸猪笼。二嫂，我被叶兰晨骗得好苦啊！自从我嫁入杨家，我每日每夜都不敢睡，生怕自己一睁开眼就撞进了猪笼里。二嫂，我到现在都还觉得害怕呢。小樱桃看着干嚎的娘亲，嘴角抽了抽。娘亲还是一如既往的会演戏呢。这七弟也太过分了，他怎么能骗你这么久？你放心，二嫂帮你教训他。还有，咱就不告诉他小樱桃的身份，让他以后也感受一下被欺骗的滋味。好，还是二嫂你对我最好了，谢谢二嫂。傻丫头，跟二嫂无需这么见外，而且你帮夫君解毒，这恩情二嫂这辈子都无法回报。二嫂只是隐瞒一下这件事，无需跟我道谢的。二嫂是真的很感激叶若曦，如果不是叶若曦跟着小月月一起挖后院，就不会挖穿地宫，更加不会找到他的夫君。二伯娘，二伯的解毒丹治好了，您快点拿给二伯吃吧。好，谢谢小樱桃。二伯娘先拿药给你二伯吃点，我准备好见面礼再过来找你好不好呀？好啊，二伯娘，你快去吧，我在这等你。但是你记得暂时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是爹爹的女儿哦。好，你放心，二伯娘一定不会让他知道的，你放心啊。好嘞，那二伯娘您就快些去吧。大宝贝，你也快去歇息吧，娘要和二伯娘一同前去瞧瞧你二伯的情况。哎呀，七弟妹还有小樱桃，你们俩这是咋回事啊？难不成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一直没合过眼吗？二嫂，我没事儿，二哥的解药最重要，我们过去吧。叶若曦没给二嫂多说的机会，拉着她去找二哥。一路上二嫂一直都愧疚不已。七弟妹，你怎能带着小樱桃一夜没睡呢？这小樱桃还是个孩子呢，熬夜怎么能行？
这都怪我没去看看你们。哎呦，二嫂，你说啥呢？现在是关键时刻，这解药肯定要尽快制作出来的，就算是我们想睡也睡不着啊。哎，你就放心吧，也就熬一夜，今日好好休息回来便可以了。两人差不多到温泉池的时候，便听到二哥的吼叫声：放开我，请你放开我，我受不了了，让我死吧！听到这话，二嫂脸色顿时煞白，赶紧冲了进去。叶兰晨，你马上上来！然而叶兰晨根本不管叶若曦，他只知道叶若曦吩咐的时间还没到，所以不能让二哥起来。二嫂看到杨二郎此刻很是难受，而叶兰晨因为被那池水腐蚀着，疼痛让他额角的冷汗都出来了。这一刻，他毫不犹豫，直接飞身下水，然后一掌将叶兰晨拍上去，而他则紧紧将杨二郎抱住。看到二嫂竟然也跳了下去，我真服了我！这一下子是看我太闲能给我找事儿吗？叶若曦也不敢耽搁，一脚将叶兰晨踹进隔壁干净的温泉池，然后一条绳子甩出去，将二嫂拉上来后，直接点了二哥的穴，人瞬间老实了。那是必然的，我出马，阎罗王可不敢收二哥。接下来呢，好好按照我的要求进行治疗，1个月体内的毒便会全部清除。说完，他凑近二嫂，悄悄说道：哎，二嫂，你放心，因为及时的治疗，二哥并没有伤及根本，1个月之后，你就可以跟二哥生猴子啦。七弟妹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哎呀，二嫂不用害羞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正常的。不过嘛，二哥的脸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恢复了。七弟妹，夫君能回来，对我来说就已经很满足了。不管他变成什么样，我都不会在意。二嫂放心吧，到时候呢，我有办法帮二哥恢复容貌，但是时间会比较长。这期间呢，可能需要你细心的照顾。真的吗？夫君的容貌还能恢复？能恢复80%。那真的是太好了。夫君知道后啊，一定很高兴。等夫君醒来后，我一定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叶兰晨并没有听到两人的对话，只是看到二嫂很是开心。二嫂可以将二哥送回屋里了。叶若曦想到二嫂一个弱女子，估计抱不了二哥。叶兰晨，你还不快点帮忙把你二哥送回去？西西，我可以从水里出来了吗？忘了。哎呀，刚才忽悠叶兰晨要泡几个时辰呢？起来将二哥送回去，你继续回来泡。说完这话，叶若曦便心虚的逃了。她怕自己看到叶兰晨安静的泡在那里，会忍不住笑出声来。二哥的事儿解决了，叶若曦回去换洗出来，躺在床上直接秒睡。然而睡了不到3个时辰，二嫂跑过来敲门：七弟妹，你醒醒，快点去看看七弟吧，他在温泉池里晕倒了。叶兰晨在那里泡了多久啊？3个时辰左右。很快，叶若曦来到温泉池，看到暗一这会儿在温泉池里扶着昏迷的叶兰晨，这才察觉到自己玩大了。阿姨，将你家妾拎上来。闻言，暗一赶紧将人给拎上来，把人送回屋里。暗一赶紧将叶兰晨送回了屋子里。二嫂、阿姨，你们都出去吧，这里交给我。叶若曦将人都支出去，这才脱下叶兰晨的湿衣裳。当看到叶兰晨身上的皮肤一块块发红，叶若曦的心顿时愧疚不已。看来这次自己真的是玩大了呀。西西，我错了，你要打要罚我都可以，但是你不要不理我嘛。叶若曦咬牙将他给推开，可叶兰晨力气太大，他推不动。最后他放弃挣扎，闭上眼睛，有什么话等我睡醒再说吧。他是真的累了，也不想管叶兰晨了。闭上眼睛没多久便进入了梦乡。叶兰晨看到叶若曦眼底的乌青，心疼不已，赶紧给她盖好被子，然后揽着她一起睡了。等叶兰晨醒来的时候，叶若曦已经离开了。她离开之前找到二哥二嫂，给了一份接下来的治疗方案，并且让小樱桃留下来全权负责二哥的病。小樱桃从杨二郎屋里出来，便碰到叶兰晨。小樱桃，你干娘呢？干娘回京城了。有什么事情你吩咐安一叔叔去做，干爹回趟京城。叶兰晨说完便骑着马离开了。大人的世界真的搞不懂，怎么都是你追我逃的戏码呢？京城，叶若曦这么着急回京城，除了不想看到叶兰晨之外，还有很多事要忙，所以她不能在山庄待太久。而她刚回到城门口，便跟骑马迎面而来的陆逸轩碰到。轩轩，你这是要找我吗？若曦，快点去画舫看看，出事了！当即骑着马跟着去画舫。当去到画舫的湖畔，看到那里变成一片废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画舫昨夜有人纵火，一半的船都被烧了，可有人伤亡。你放心，你之前准备的灭火具足够，还经常进行消防演习。昨晚着火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快疏散了人群，所以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只要人没事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纵火的人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
是漠北人。好大的胆子！这漠北人竟敢跑到京城闹事，还闹到我的头上，真的是不知死活。陆逸轩知道漠北现在一半的经济都在叶若曦手里，如果他出手对付漠北，那漠北的国库必定损失惨重。我已经将这件事上报朝廷了，皇上也派人开始着手调查这件事。皇上说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查到后先将人抓到我这儿。叶若曦从来都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如果漠北的人不知道天高地厚，那他也无需给面子。还有，这漠北人怎么突然跑来我们这儿了？闻言，陆逸轩看着叶若曦，欲言又止。我说轩轩，在我面前还有什么不敢说的？来的是漠北长公主，这人是自己送上门来给二嫂报仇，想过来找驸马。他看上了叶兰晨啊！你说什么？这漠北公主想叶兰晨做她的驸马？她脑子进水了吗？她可比叶兰晨大10几岁呢，做叶兰晨的娘都嫌她老。她到底哪儿来的脸想让叶兰晨做她的驸马呀？这事皇上自然不会同意，只是这漠北公主还没有正式跟皇上说，可在京城她的意愿却传遍了大街小巷，连3岁孩子都知道她肖想叶兰晨。所以画舫被烧，对方知道那是我名下的？很有可能是，但一切都没有证据证明。行，我明白了，那就等对方找上门吧。既然对方做了这么多言论，无非就是为了让他妥协，那他静观其变好了。小桃桃得知娘亲最喜欢的画舫被人给烧毁了，顿时气愤不已，跟小麦兜暗地里调查，很快便查到这件事儿竟然就是那漠北公主那个老女人做的。晚上，她穿着黑衣，跟小麦兜一起悄悄来到驿站。然而他们刚到屋顶站好，后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你们2个小屁孩在做什么呢？”我们没干什么，我们就是在家里闲着无事，跑来晒一下月光。干爹。哼，小桃桃跑到10几里远的地方晒月光，你逗干爹呢？干爹，你怎么来这里啊？小桃桃决定直接忽略干爹这个问题。我自然是跟着你们过来的。陆逸轩猜到这2个小家伙肯定会过来为叶若曦讨回公道，听到这话的小桃桃眼眸一亮，将一个瓶子拿出来。干爹，那咱们分工合作，我们将漠北公主身边的人全部弄晕，然后将他们的金银首饰全部拿走。小桃桃，这样你们的皇帝叔叔会很为难的，毕竟这漠北公主可是漠北的长公主，发生被劫的事，那这账肯定要算到东来的头上。小桃桃蹙眉，她没想过这个问题，她只想让漠北公主付出代价。竟然敢肖想爹爹，还烧了娘亲的画舫，哼！大哥，用这个药足以让漠北公主不敢出门了。这是何药啊？过敏药。对哦，这个好。听说漠北公主是漠北第1大美人，如果满脸疹子，那她不得哭死啊！哈哈，三弟，还是你聪明。说着，小桃桃便将药放在她特制的武器里，拿开瓦片，刚准备低头看去，等会儿拦住小桃桃。陆逸轩低头一看，果然屋里2道白花花的身子，还好他刚才及时拦住了2个小家伙啊！干爹，怎么了？让我来吧。好，能有人帮忙，小桃桃自然很乐意，毕竟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勤快的人。陆逸轩精准地将药投射下去，投射完，小桃桃还不想走，想亲眼看见漠北公主毒发。可陆逸轩一想到那辣眼睛的画面，漠北的能人很多，我们一直待在这里容易被发现的。你放心，这漠北公主一出事，干爹肯定会知道，到时候我第一时间告诉你们情况。听到这话，小桃桃才依依不舍地跟着回去了。